泼妇当街撒泼耍横，竟然欺负到退伍军人头上，我直接就是拳打脚踢，打得泼妇嗷嗷大叫。就在众人替我捏一把汗的时候，我不慌不忙掏出的精神病证件，在场众人都傻眼了。锦哥，你让背的那些玩意，院长果然问了，问完就把咱仨放了，终于自由了。省院长问咱们问题的不是赵医生吗？这不对吧？什么院长，什么医生，跟咱们说话的不是电话机吗？对不对，景哥？你给我撒手，我都被你抓疼了。不嘛，景哥，你别想抛下我再跑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咱们跑出来的时候就应该一脚把你踹下车去。锦哥，别了吧！小莫这家伙虽然是个花痴，但犯起病来下手可狠了。隔壁院的吴老二到现在都没下床呢。就是知道这样才没有甩下他的，真是倒霉。锦哥，院长问的那些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？书上说得好，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隔，哥们就是个天才。在3个人哈哈大笑时，路段突然堵车，怎么回事？这种烂路咋还堵起车来了？走，下去看看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小莫乖，你坐车上看车好不好？我们一会就回来。我不，景哥去哪我就跟到哪。算了，景哥，看这情况，这车一时半会是动弹不了了，咱们锁好车一块去看吧。行吧。3人朝着拥堵源头走去，只见一个泼妇在狠狠砸车。他妈的，会不会开车？你堵住路了看不到吗？大姐，你讲点道理，是你的车子逆行了，我怎么堵住路了？你妈的，再说一句。大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人家小伙子说的没错，你是逆行的，赶紧倒车让路吧。我倒你妈，我凭啥让路？他一个大男人跟我一个弱女子斤斤计较，他还有理了？你还弱女子？我是全程看下来的，这兄弟一直心平气和的在沟通，就你在外面蹦跳的厉害吧？瞎了你的狗眼！你哪只眼看到我蹦跳的？不要诬陷人好吧？各位都消消火，现在路上堵了这么多车，多耽误事，你们各退一步，让一方过去。不行，今天不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大姐，我全程都有录像，事情还不清楚吗？就是你的车堵住路口，咱们才都过不去的。拿来吧你！哥们别怕，咱们都能替你作证，看这娘们还能凶到什么时候？你说谁凶呢？吓你全家信不信？泼妇舌战全场，主打一个蛮不讲理，看得在场众人无不侧目，也给众人开了眼，让大家明白了原来一个人的素质是没有底线的。兄弟，咱们大男人不跟女人一般见识，听哥哥的，你先退一步再说吧。老婆你也看到了，我是直行，后面的车都堵死了，想退也退不动啊！你们那车是横着的，退一步就过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赶紧退吧，赶紧退吧！我退你吗？大姐，你消消火，等会警察就来了，路很快就会通。我是个退伍军人，绝对不会欺负你。泼妇脸色大变，他猛然握紧拳头，朝退伍军人脸上砸去。你退不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你今天叫谁来都没用。眼看泼妇动起了手，退伍军人刚想还手，却被路人叫住了。兄弟，你千万别还手，一还手就理亏了。咱们跟你作证，保证让这女的进去。妈的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谁来管管呀？众人议论纷纷，却没有一人出头。泼妇见状哈哈大笑，下手更重。见状我一脚踹飞泼妇，打得泼妇嗷嗷大叫。就你堵住老子去路是吧？男人看到老婆被我欺负，上来就要帮忙，却被大鼻与小莫来了个满脸混合双打。这是哪里来的好汉？也太解气了！哈哈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两门活该。家人们都来看啊，大老爷们打女人了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咱们全程直播啊！退伍军人见状，满是担忧的劝我住手。兄弟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这边有这么多人拍摄，回头给你传到网上，可就解释不清了。你们的事情我不管，这娘们挡老子去路，就得好好治治她。兄弟，你先停手，这对你太不利了。有道理，小莫交给你了，女人打女人总该公平了吧？景哥，你就瞧好吧。小莫虽然长得柔柔弱弱，但下手即飞，现场瞬间响起了刺耳的杀猪声。不一会，一辆警车呼啸而来。被打成猪头的泼妇立刻抱住帽子叔叔大腿。警察大哥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警察同志，这些人目无法纪，当街动粗，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啊！是这样吗？你动手打人了吗？我没有，不信你可以问大家。是吗？听到交警的问询，之前还吃瓜看戏的众人顿时就散开。我还有视频作证，同志你看，我可以替他作证，他没有打人。警察大哥他们是一伙的，我这伤就是这几个人打的，不信你可以问问那几个主播，他们之前有直播录像。谁直播了？拿过来看看。不，同志我反手16个大嘴都甩在他脸上。你大爷，口吃就好好治，视频掐头去尾，还有脸做主播？警察同志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这几个混蛋太横了，赶紧把他们抓起来吧！住手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敢行凶？警官，我这不是行凶，我这叫惩恶扬善。别废话，跟我回所里一趟。云警等人均被带去了警局，之前信誓旦旦作证的路人却在道路疏通后全都跑得没影了。小同志，让你受委屈，你做得很好，留足了证据，我们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。谢谢班长。警官同志，你别信他的话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我们被欺负惨了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位军人兄弟只要赔我们一些医药费，我们就不起诉他了。至于这3个人，你想怎样？起诉我们？有证据吗你？警官同志，你瞧瞧，这家伙也太横了，你可要好好管管他呀！我们不要太多，只要他们赔我2
万块的医药费，外加去耗子里堆一段时间就放过他们。你们这顶天也就是民事纠纷，私下协商解决一下就得了，别闹得太过分。小伙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吧。要钱是吧？给他们，大迪。好嘞。大迪随手掏出一叠银票，甩在他们脸上。哎呦，这面额有点大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开呢？泼妇拍着桌子大骂道：“你咒谁早死呢？”小莫一个眼神下的泼妇，尿不湿都尿湿了。小伙子，这里是警局，别瞎胡闹，赶紧把事情解决就行。解决是要解决的，前提是要看怎么解决了。3个都是精神病，这可就麻烦了呀。这不对吧？网红扭曲事实，差点搞垮矿工饭店。得知真相的我直接请他吃了炖刀削面。网红感激的涕泗横流，直言要网上爆出我的感人事迹。接上集，当我掏出精神病证书后，泼妇直接傻眼。帽子叔叔也知道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只好放任我们离开。几哥，那娘们真不跟咱们要钱了？要个锤子的钱，信不信咱们往地上一躺，他俩得给咱们掏钱。呸！臭女人再敢惹我景哥生气，我拿针扎他个10万个窟窿。那就没必要了，做的太过激，咱仨可就没法跑路了。我听景哥的。景哥，咱们走了，那个退伍小哥怎么办？听说那娘们背后有人，会不会给小哥穿小鞋？那娘们不可能会把事情闹大的。为什么？咱仨把他揍得很惨，还屁事没有的走了。要是这娘们不嫌丢人，把事情闹大了，那他的光荣事迹可就彻底传开了。有道理。其次，那娘们背后的靠山是傻子吗？人家退伍小哥都亮明身份了，那靠山真要出面寻衅，就不怕退伍机构找上门吗？景哥真帅，分析的好有道理，我爱惜你了。哥们是天才，还能坑你俩不成？对了，景哥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去该去的地方。哪是该去的地方？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去哪。这行吧。租赁的车子一路西行，转眼就行了数百里。哎呦，饿死我了！景哥，咱们就在这吃饭吧。这里看着挺热闹的，看来味道不错，就这里吧。3位吃点什么呀？老板娘，你们这刀削面怎么卖的？小碗6块，大碗7块，豆干卤蛋都是1块，鸡腿3块。那就来3大碗刀削面，每碗加个豆干、卤蛋。好嘞，3位稍等，做好了就给你们送过来。不急。家人们，真没想到出门旅游还能找到这么实惠的地方，强烈推荐大家来玩呢。家人们，7块的刀削面加卤蛋和豆干，才9块。你们见过这么实惠的面食吗？不说了，主播先替你们尝尝味道。哇，家人们，这味道棒极了，有空一定要来尝尝。妈的，给我看馋了，咱的面啥时候上来啊？好饭不怕晚，你还别说，怪不得网上那么多看直播的，这玩意真馋人啊！就在3人口水哗哗的时候，老板娘端着餐盘出来了。3位久等了，请慢用。老板娘，我们这边多少钱？等等我看一下哈，3大碗刀削加卤蛋和豆干是吧？共33。好嘞，我们等会扫码付款。行，付款码在屋里，现在人多不方便给你们拿付款码，你们自己去扫哈。咱们每人9块，加起来是27。老板娘肯定是算错了，是不是看咱们是外地人，欺负咱仨呢？说不准，咱们去问问当地吃面的。景区那边人太多，咱们不是愁着拍不到素材吗？这不就有了？王哥，你的意思是？切，别吵吵，等会咱仨拍得清楚一点。几哥，这饭店该不会真的是欺负咱们外地人吧？别急，先看看再说。之前这3人吃饭的时候，把价格说得清清楚楚，结账的时候还故意问一遍，摆明是想搞事。结账问个清楚，这是应该的。别瞎想了，赶紧吃面吧。我放慢了吃面速度，眼睛瞥向那脸色古怪的3人。大哥，你吃的是大碗刀削面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这大碗刀削面多少钱呢？7块呢，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？都多少年了？你们的大碗刀削面也都是7块吗？7块，一直都是这个价。小伙子，一看你们就是外地来的，咱们这边是矿场区，服务的都是矿工和家属，价格贵了10来吃啊。是哩，这家饭店在这边开了这么多年，一直给咱们矿工优惠，人家可实在了。小伙子，你们是拍视频的吧？可要好好宣传宣传，这家饭店老板一家可都是好人呐。咱一定不虚假宣传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观众的眼光都是雪亮的。说得好，小伙子很有水平嘛，大家给他们呱唧呱唧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里民风淳朴不假，但是欺负外地人确实是真的。你们也都听到了，他们当地人吃大碗刀削面都是7块，我看加的还有卤蛋、豆干呢。家人们给矿工优惠，咱都能够理解，但不能区别对待吧？咱们找老板理论去。几哥，你怎么了？还真让你说对了，这仨混蛋故意挑事的。太好了，有能出手了。等一等，几哥，你怎么知道他们闹事的？之前他们不还跟当地人聊得开心吗？这仨混蛋虽然说话很小声，但他们的嘴型绝对不会骗人。几哥，这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之前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别问了，先跟上去再说。老板，你们这不是欺负外地人吗？我们凭啥比别人多付6块钱？小妹妹，你别急，店里人太多，是我给你们算错了，我这就找你们零钱。先别急着找钱，我们之前在外面问清楚了，大碗刀削面加卤蛋和豆干才7块钱，你们为啥要多收我们几块钱？小兄弟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咱们这边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怎么可能慢收钱呢？还在狡辩，我们这边可是有证据的，你们当地食客亲口说的，给他们有优惠，你们这不是区别对待吗？
哎呦，俺们开店这么多年一直没乱要过价，你们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要是有坏名声，哪会有这么多顾客上门啊？看到了没有，家人们，当地人区别对待，还死不承认，这种宰客欺客的地方千万别来哈。小姑娘，你可别胡说啊！人家老板老实本分，你们可别这样欺负人啊！就是，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扣帽子，摆明是来闹事的。看到了马家人们，拉帮结派还不允许我们说话，太欺负人了！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把事情闹大，看谁敢欺负咱们外地人。见状我再也忍不了，非死就是一场。就欺负你了，怎么了？你们也分人啊？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，就想赚流量是吧？让你赚个够！打人了，救命啊！当地人太无法无天了。别他妈瞎点节奏，老子也是外地人，打的就是你们这群畜生。喜欢狗叫，让你们叫个够！好好的人不当，偏偏要当畜生，那就用畜生的方法治你们。别打了，小哥犯不着为这事打架。小兄弟快停手！你们先动手打人会受处罚的。一旁的食客也赶忙上前帮忙，却发现事情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了。喜欢吃面是吧？让你们依次吃个够，还不快谢谢老子！呸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欧拉数理化3分钟一个知识点，还是2次元动漫人物讲课基础课程，全部免费签到就能领，周边快去试试。网红好心包池塘，当地村民竟疯狂抢鱼，实在看不下去的我狠狠治了治当地风气，上到村干部，下到孤寡老人，无不夸我是大神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掏出我的精神病证书，瞬间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。接上集，我刚把故意闹事的网红帽子叔叔就来了，店里的喧闹也瞬间平息了。是谁报的警？我，帽子叔叔，快救救我们！你们当地人太欺负人了。别瞎说，我们这里民风淳朴，怎么可能欺负你外地人？叔叔，我们这里有证据，不信你们看。你们放心，我们正在争创文明城镇，只要有欺负外地客人的情况，一定会严肃处理的。他们那街头秀尾的话，有什么可信的？事情真相如何？问问当地的食客不就知道了？你是谁？我就是路过这里的游客。帽子叔叔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们3人就是动手打人的凶手，还跟这里的老板是一伙的，赶紧把他们抓起来吧！让尼玛在这血口喷人，信不信我要洗你？小姑娘，你别激动，帽子叔叔，其实这是场误会，是我之前……大姐，你现在认错就是主动揽责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帽子叔叔，你们听到了吧？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就是那个老板娘，就是她带头宰客的。宰你妈，皮又痒了是不是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还敢行凶，是不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？大家放心吧，谁对谁错，我们一定会问个清楚，绝对不会让谁受委屈的。都散了吧。正看热闹的食客，在帽子叔叔的连续劝说下，也纷纷散开了。说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帽子叔叔，这3个混蛋是摆明闹事的，你问他们，还不如问路边的野狗。你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，怎么着了？够了，都别吵吵，你来讲。好吧。男老板讲话磕磕巴巴，但总算把事情讲清了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。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们竟然出手打人？我们没打人，打的是畜生。你什么你？闭嘴！帽子叔叔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建议你们问清他们3个真实目的，就会明白我们为啥打他们。我们有什么目的？不就是观光旅游，被这里人宰客了吗？先不提别的，你们观光旅游的来这种炮厂区干什么？其次，你们以为就你们自己会拍视频？我们这里也有证据哦。你能有什么证据？帽子叔叔，这3个混蛋吃完饭不急着走，故意问其他食客问题，期间还有故意误导的其他食客，我都录下来了。警官接过手机翻看了一会，却紧紧皱起了眉头。这录的都是什么？这么嘈杂，怎么听得清？帽子叔叔，他们就是在故意颠倒黑白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放屁！帽子叔叔，视频虽然拍得很嘈杂，但这几个家伙的神情总不会骗人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看他们嘴型来猜他们意图的？不是猜，我可以断定他们在说什么，不信我复述给你们听。我接过手机，把自己读懂的唇语按照拍摄画面复述了一遍，原因就只是老板娘不小心算错了价格，几个网红就想借此机会来炒作一把。不可能，他这是在胡编。有没有胡编？找个专业人士一看便知。能不能方便透露一下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现在是无业游民，以前是残疾人帮助中心的。怪不得你看得很合理。就算事情如你所说，那你们也不该出手打人啊！你们主动出手打人，逃不了责的，等着被告吧。随时等你。帽子叔叔，你看他还这么嚣张。小伙子，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主动打人是不对的，给人家认个错吧。帽子叔叔，我们仨确实是好心，但就是管不住手，因为我们有这个。你们是精神病人，这下可就难搞了。帽子叔叔，他们都是精神病，那他们之前的证据是不是都不能放？你想屁吃呢？证据就是证据，就算我们有精神病，可谁又能说得准我们是间歇性的呢？你行了，你们先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，其他的事情稍后再说。帽子叔叔，我们都是外地人，主动打人的罪责可不能算在当地人的头上。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3个拍客不自觉地哆嗦一下，应该是被帽子叔叔的话吓到，闹剧终究没有登上台面。3个始作俑者主动和解，然后灰溜溜地逃离了现场。我们也再次踏上了旅程。景哥，那3个混蛋会不会把这件事传到网上啊？传呗，真当网络是他家的一言堂啊！
哈哈，有道理。别磨叽了，赶紧跑路吧，再逗留下去，麻烦就追上来了。好嘞，都坐稳了。私家车发出一声轰鸣，如野兽一般冲了出去，没过多久便来到了一处池塘边。前边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不清楚，走下去看看。我带着大迪、小莫挤进人群，无视了大片的谩骂后，快速挤到池塘边。大爷大妈都别抢了，小心摔倒。哎呦，说好的只捞小鱼小虾的，你们这是干啥嘛？叔叔伯伯、大姨大妈，别捞了，你让俺家娃怎么过啊？池塘中的村民正捞得起劲，根本没人搭理叫嚷的三人。景哥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什么？那池塘里的大网红是来承包池塘的，他让人把水放完，就想要下水捞鱼卖钱。结果捞鱼之前，有村民来问能不能捞些小鱼小虾，那个网红答应了，也不知道谁传的话，就让村民听成了，能够随意捞鱼，结果就成了这样子。小莫，你也看得懂怎么回事？景哥，我是疯，不是傻，这么明显的事情怎么看不懂呢？哈哈，是我小瞧你了。景哥，这事就算了吧，那个大网红摆明是花钱买流量的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咱们就别管了。你看那几个人紧张无助的样子，不像是演的，先问清楚事情原委再说吧。接着我们问了几个旁观者，总算听明白了事情的起因。原来县堂主的父亲是给原堂主做工的，结果欠了1年的工钱没有结，后来县堂主的父亲得了重病，急需用钱，原堂主就把池塘抵给了县堂主，让他拿池塘里的大鱼换钱，理清欠账。难怪池塘边不同身份的三人会如此的交集了。不管那个大网红的出发点是不是好的，这终究是件正能量的事情，咱们不能不管。可是景哥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咱们怎么管得过来？咱们是疯子，正常人做不了的事情，咱们能做，这就够了。我都听景哥的，干就完了。按照我的吩咐，小莫和大迪分散开来，把上岸的路口都堵住了。没一会就有一个提着满桶鱼的大爷走了上来。小伙子，接个光，让俺过去。接光可以，但鱼得留下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耳朵这么背吗？我说鱼留下。我这一嗓子把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我身上，个别村民更是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小伙子，别人都没说什么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大爷，人家是不管吗？是拉不下来脸管。说白了，你们就是比谁的脸皮厚是吧？那我不要脸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我这句话一出，算是彻底刺激到了捞鱼的村民，他们面色不善地围了过来。村支书带头抢鱼，如此不要脸的行为，我自然是要好好治治的。在我贴心指导下，村支书不仅刺上了火龙果，还直夸我是神仙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当场掏出精神病证书，从而引起了全村人的狂欢。兄弟，他们都是老头老太太，磕了碰了都是事，你可不敢跟他们置气啊？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，哪像个老年人啊？小伙子，咱们的身子骨可脆弱着呢，你要是再不让路，我可就躺下了。躺就躺呗，谁怕谁啊？这年轻人太不识好歹了。小哥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可真没必要跟他们较真，真要伤了一个，你可赔不起的。我可不是好心，只是看不惯他们倚老卖老的德行罢了。小伙子，你闹事归闹事，但能不能先离这堂子远点？我以后还想指望这个池塘挣钱呢。钱有多少不能挣，但有人非得挣那昧良心的钱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我的一句话，算是把池塘里的老人彻底惹毛了。领头的老人直接提肯定闯了，见状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证书。老东西，你最好别乱动，我是个疯子，有医生开的证明，正常人不敢做的事，我都能做。你掂量掂量自己的老骨头，经不经得起折腾吧？老头看到我手上的精神病证书，立刻停下了脚步，而其他的人则犹豫了一会，然后朝着池塘其他出口走去。都别费力气了，我带来的同伴也都是精神病，你们真想为了点鱼豁出性命吗？风，这池塘又不深，咱们顺着边，它也能爬上去。哈哈，老帮菜，为了点鱼，你们可真舍得啊！那咱们可就不客气了。场面瞬间僵住了，我则兴致勃勃地看着池塘里面面相觑的村民们。而这时，村支书快步跑了过来。谁敢在我们村闹事？活腻歪了是吧？哦呦，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，你故意的吧？你是啊？你他妈再骂一句试试！还在骂骂咧咧的村支书被知情的村民拦住，并把事情经过简单描述了一遍。哎呦嘿，我当时哪里来的神仙，敢管我们村的事？原来是个精神病啊！我是精神病，大弟，你敢碰我吗？你什么你？吃饭塞住了，话都说不全了。村支书飞着脸看向围观村民，明显打起了歪心。咱们本村人还能被外村人欺负不成？都给我上，把这傻子丢出村子。事成之后再给你们分鱼。嘿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当自己是土皇帝呢？先不说人家大网红跟着有多少摄像的，信不信你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会发到网上，让全国看看你的嘴脸啊！我话音刚落，大网红身边的一群拍客便举起手机，齐齐对准了村支书。村支书脸色顿时就慌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应该问你想怎么样才对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刚才是不是说要给其他人分鱼吗？你敢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？众人齐齐看向村支书、大网红、堂主母亲，还有原堂主，看他的脸色格外的沉重。我没有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们这里民风淳朴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呸！少他妈在这里恶心人了！你们也配叫淳朴？我这一句话把在场多数人都骂得面红耳赤起来。这村里我说了算，把这疯子给我丢出去，说是我负责。负责你奶奶，去你妈的！我直接一脚飞踹，把村支书按在地上的腿。你动脑子一下试试，本村人都害你是人吗？民风淳朴是不是？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民风淳朴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来人啊！快来救我啊！老王虽然不是东西，但怎么说也是咱们村的人，不能就这么让人欺负了吧？这是老王不占了，可咱们也不能干看着，上去拉一把吧。
不说别的，要是以后老王给咱们穿小鞋，那可就太不值当了，赶紧上去帮忙吧。感受到围过来村民的恶意，一向疯癫的小莫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了一把手。谁敢碰我警告一下，我就捅他个窟窿。你们最好别刺激这疯丫头，她疯起来是连自己都砍的。看着明晃晃的刀刃，气势汹汹的村民们立马怂了。哎呦喂，赶紧报警啊！别出了人命了，我还想要这吃糖的。小哥，别打了，俺娘俩还要在这村子里住，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啊？兄弟，你冷静一下，真闹出人命可就不值当了。你们跟疯子废话什么呀？赶紧拉住他！你不怕血你去啊？一声嘹亮的警笛声响起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是谁报的警啊？我报的，叔叔，快管管！这里来了3个疯子，要打袭人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在帽子叔叔的制止下，我这才停手。村支书鼻涕横流的跑向警官。同志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撒手！我问你，他们为什么要打你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来说吧，他召集村公老人抢夺村民财产，说说这是不是犯法了？是这样吗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孩子小便，你看池塘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一桶桶的淋鱼，这是不是物证？你怎么证明是我指使他们去干的？你当然不会承认，因为指使别人去抢夺同村人的财物，那是要死应得的，是会被人记一辈子的。你胡说，同志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些外乡人可太欺负人了。你们先别吵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打人？就是看不惯他，所以就打他喽。这么嚣张，当我们不存在是不是？警官，你们先别急着下定论，先问问事件起因再说吧。两位警官先是面面相觑，迟疑了一下，接着就询问起了周围的看客，事情的原委终于水落石出了。小伙子，你虽然是一片好心，但做事也太不讲规矩了，这事可麻烦了。有人不讲规矩，我凭啥要讲规矩？小伙子，要是做事都像你一样，这世道还有没有规矩？别人跟我不一样，因为我不是正常人。说罢，我们3人便掏出了精神病证书。叔叔见状也是愣了一下，3个精神病人，这……警官，你们可不能听他不说啊！精神病人打人就不管了吗？管是要管，就是很麻烦而已。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做下笔录，然后再看看怎么解决。现场的相关人员全被叫走，跟着去局里做了笔录。小伙子，打人的事可以暂时放放，但你要先证明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精神病人。这个当然没问题。紧接着，一位精神科的医生被叫来检查我的情况，在我天才般的应对后，成功确诊为了精神病患者。刚刚别的分局来电话，听说你们闹的事已经不止这一件了。好像是的，小伙子，你们别不当回事。现在事态已经很严重，我们会直接把你们送回精神病院，严密看守起来的。警官，这世上那么多不平的事，怎能事事都视而不见呢？怪不得确认了精神病。小伙子，心态还是要放平一些。这样吧，你们自己回精神病院待段时间，等这事情风波过了再出来吧。警官的话也有些道理，我没过多停留，果断带着大迪、小莫跑回了精神病院。女司机逆行打人后，表面痛哭认错道歉，背地里却死不悔改。看过女司机的丑陋嘴脸后，我的精神病瞬间好了，即刻带着病友们出院，物理度化女司机。哼，我就打你了怎么样？我打你，你就得挨着。打人是犯法的，我要报警。有本事你报啊，我照样打你。很快，帽子叔叔便赶来了。你不仅逆行，还殴打他人，致轻微伤，按照规定刑拘10日，罚款500。跟我们走吧。哼，逆行怎么了？我打他又怎么了？谁让他挡我的路了？他自找的。很快，退役军人事务局也来人了。这件事我们将追究到底，你必须向无辜被打的林润道歉。汪慧吓了一跳，最后还是迫于压力，哭着向林润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动手打人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虽然嘴上道歉，可汪慧的眼神却满是不屑。哼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老娘有的是钱，下次遇到这种贱民，老娘照样打。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新闻，顿时多年的精神病都痊愈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咱们的业绩来了，走。好嘞，老大。我带着病友们来到汪慧居住的景区，扛着广告牌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宣传他打人的视频和丑陋嘴脸。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打人女司机的具体信息，只要汪慧一出门，我就带头呐喊一声，那个畜生出来了，砸！然后我们便将发酵了一夜的臭鸡蛋、臭豆腐和鲱鱼罐全都砸了过去。汪慧被砸了一脸黏黏糊糊的东西，仔细一闻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顿时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好臭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嘿嘿，这可是劳资辛辛苦苦发酵了1晚的绝顶肥料，所有畜生吃了都说好。汪慧的尖叫声引来了不少围观群众，大家都跃跃欲试，我当即大手一挥，大家勇敢上，有事我担着。小区里的人和路人闻言大喜，在无后顾之忧，立刻抓起各种垃圾往汪慧身上砸。汪慧气得破口大骂：你们这群垃圾，连老娘都敢惹，信不信我抽死你们？嘴巴这么臭，吃奥利给了是不是？我抓起拖把，沾满了奥利给，直接捅进他嘴里。既然你喜欢吃，那就多吃点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林润让你们来的？信不信你们再打我一下，明天我就去收拾他，让他们全家都不得安宁。哟呵，嘴挺硬嘛，看来还是打心了。我直接一脚踹飞汪慧，用鞋底子狂抽他大腿。
我让你满嘴喷粪，你打了人家，不但不羞愧，还反过来想报复人家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！哼，等下看老娘怎么收拾你们！我直接哐哐2拳砸在他脸上。你当劳资瞎了是不是？瞅你鬼迷日眼那个德行，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看来揍的还是轻了。小莫、玉燕，走，带他上场。我们来到市里最大的地下拳击馆，一进门，汪慧就被里面形形色色、凶巴巴的猛士吓唬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认错了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！哼，现在才知道错，晚了。你打人的时候，咱们没想想自己有没有错？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给钱，想要多少？丑死了！你刚才不是很牛，死活不认错吗？那就坚持住，别认错，把他的嘴给我粘上。玉燕立刻拿出3管502胶水，把汪慧的嘴粘得牢牢的。再逼逼，我就给你缝上。随后我上台发布挑战令，林姐今天发布最强挑战令，这就是今天的擂主，谁能让他开口认输，就算谁赢，否则就是我赢，彩头1个亿。霎时间全场哗然，大家都难以置信，这女人看着柔柔弱弱的，一拳头就能打成肉酱。你们别看她柔柔弱弱的，柔弱只是她一眼，其实她很更揍的，外号打不死的小强。听好了，打死不算，必须她亲口认输才算输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话音刚落，拳击手们立刻冲上台，对着汪慧开始疯狂输出。你认不认输？说。汪慧被揍得痛哭流涕，大鼻涕或者鼻血都流出嘴里，却偏偏说不出话，只能一个劲的摇头，眼神哀求的看着我。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家选手摇头了，你们也太弱了吧，根本不配他出手。赛里木看不起谁呢？拳击手们闻言倍感屈辱，下手更狠了。汪慧像是沙包一样被踢来踹去，骨头折断的咔嚓声不绝于耳。汪慧痛得跪倒在地，胖胖磕头。他都磕头了，应该就是认输了吧？玉燕，听听他在说什么。玉燕装模作样的凑到汪慧嘴边听了听。老大，他说求求你们了，稍微用点力行不行啊？别因为我是一朵娇花而怜惜我。啧，看看你们都把我家拳手逼成什么样了，你们怎么一点力道都没有？身上这一块块的，该不会死肌肉吧？吃蛋白粉堆出来的吗？拳击手们顿时感觉像是被甩了一个大头似的，嗷的一声扑上去，哐哐暴揍汪慧。汪慧痛得翻滚爬行，想要从擂台上爬下来，还想跑，做梦！看到没？我家选手说了，我对你们很失望，在场的没一个能打的，走吧。此话一出，那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在场所有拳击手怒吼一声，蜂拥而至。我在旁边给汪慧做实时反应，用点力啊！没有力量，你们都是弱鸡吗？足2个小时过去，汪慧早已气若游丝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拳击手们也都精疲力尽的停了手。拳击场老板亲自将彩头双手奉上。这位大爷，您可真是个狠人啊！您快拿着钱走吧，再不走就要出人命了。这位爷，我惹不起。我只拿了5000万。今天在座的都辛苦了，剩下的5000万就当我犒劳大家。随后我们拖着汪慧离开，可车刚开到半路就被帽子叔叔阻住了。下车！就是他们抓走了汪慧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此时汪慧也哭着抱住帽子叔叔，手指着我们无声咒骂着：哈哈，你们死定了！我要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！天啊，汪慧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是不是他们干的？你们这是故意伤人，要坐牢的！你们死定了！坐什么牢？我是精神病啊！我当即拿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精神病知道吧？杀人都不判刑的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帽子叔叔也拿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放我们离开。汪慧一家差点气死，他们咽不下这口气，第2天就带人去林乐开的民宿等。给我砸！敢找人报复我，我就让你们全家喝西北风！林乐还在住院，没人拦得住汪慧，客人都被赶走了。我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带人冲了过去。兄弟们，上，揍死这些畜生！救命啊！快报警！有疯子杀人了！他妈的，不用等帽子叔叔来，我先抽死你个畜生，为民除害！汪慧痛得跪在地上，胖胖磕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哼，你以为道歉只是说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？我把汪慧等人设置成民宿 NPC， 凡是来这里消费的顾客都能免费抽他们大土豆。很快邻家民宿客似云来，成了网红打卡点，生意火到爆。1个月后，汪慧终于受不了了，装疯卖傻想蒙混过关，我直接拖着他回了精神病院。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。女生被同学霸凌扎了200多针，可校长非但不开除施暴者，反而还警告女生不要惹麻烦。闻言我兴奋极了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校。校长办公室里，女生苗苗正在哭诉，他们在我身上扎了200多针，真的很疼很疼，我快要疼死了。现在我身上都是针孔，以后再也跳不了芭蕾舞了。我就喜欢欺负你，折磨你是我的乐趣。你不服气可以报警啊，反正我是未成年，不用坐牢的。你欺人太甚，校长，我实名举报狗丹，他霸凌我，请求学校开除他。苗苗同学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们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，不能开除学生。况且不过是同学之间打打闹闹而已，你别小题大做，给学校惹麻烦。可是校长，好了，都回去上课吧。苗苗同学，你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，为什么狗丹他们只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肯定是你自己也有一定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精神病院长还在苦口婆心的劝我：袁锦，你已经休学3年了，现在你的情况好了很多，应该回学校上课了。这时我恰好看到了苗苗的事情，顿时兴奋极了。
好，那我就转学去这个学校。转学第一天，我刚进教室就看到狗丹正在用8厘米长的针扎苗苗，苗苗痛得尖叫哭泣，我去时眼前一亮。大家这是知道我要来，特意为我准备的欢迎仪式吗？狗丹闻言愣了一下，你也喜欢玩这个？那当然了，不过比起别人代劳，我更喜欢自己亲自动手。好兄弟，给你，别跟我客气，用力扎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力气。我接过长针，转头看向苗苗，苗苗吓得小脸煞白。你别碰我！那你还不让开，挡路了。我一把推开碍事的苗苗，抓起长针狠狠扎向狗丹，狗丹痛得发出猪叫声。你他妈的眼瞎了是不是？扎错人了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，请大声点。我说尼玛，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死他！敢动我们老大，找死！做他！我抓起板凳大杀四方，手掌全部打。没想到同学们这么热情，这种欢迎仪式我太喜欢了。来，继续。你去死吧！狗丹抓起玻璃杯砸在我头上，霎时间玻璃碎了一地。砸得好，果然还是狗丹同学你最热情。我抓起玻璃碎片，直接塞进狗丹嘴里，狗丹吃的满嘴鲜血。放开我！我爸爸可是校长的好朋友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校长开除你？我不信。有种你让我打电话给校长。用不着，你可以叫得大声点，争取让校长听见。来，我帮你。我抓起一把长针，狠狠扎进他大腿里，狗丹痛得直接飙出惨声音。没多久，校长就赶来了。快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校长你可来了，他想杀我。云姐，我让你放手，你没听见吗？信不信我开除你？我不信，现在可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，学校不能开除。校长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这段对话很耳熟，正是不久前苗苗请求他开除狗丹时，他亲口说过的话。那你也先放手，霸凌同学是不对的。什么霸凌？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不过是跟同学玩闹一下罢了，何必大惊小怪，上纲上线呢？真是小题大做。你殴打同学就是不对，必须记大过处分。那我怎么只殴打他，不殴打别人呢？肯定是他自己有问题呗。管我们学校不要你这种毒瘤，给我滚出学校去！嘴真臭，不会说人话，老子就好好教教你。我扛起拖把冲进厕所，沾满了奥利给，转身冲向校长，直接对进他嘴里。还是校长呢，嘴巴这么脏，老子给你洗干净。你这个混蛋，不但欺负同学，连校长也敢欺负，我要开除你，我还要把你的恶行放到网上，让所有学校都不要你。你就看见我打狗丹，那狗丹每天欺负别的同学，你他妈的看不到吗？眼睛被狗屎糊住了，是不是？老子现在就给你好好擦擦。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校长一边吐一边狂奔而去，我转头一看，狗丹也早就趁机偷偷溜走。当天下午放学回家时，就有一群地痞悄悄跟踪我。兄弟们听好了，千万跟紧这小子，摸清楚他们家住在哪里，然后再一网打尽，到时候狗丹少爷重重有赏。放心吧，老大，他们全家都别想跑。想跟到我家，那就来吧，兄弟姐妹们正缺新的玩具呢。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带着他们回了精神病院。看着精神病院几个大字，地痞们瞬间懵了。我去，他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他该不会是疯子吧？老大，我好害怕，咱们快跑吧！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快撤！想跑晚了。我猛然从地痞身后冒出来，咣当一声将大门关上。欢迎大家来到新世界，兄弟姐妹们出来接客了。来了！病友们屁脸狞笑着围住了地痞，接着便是一对惨绝人寰的鱼肉。精神病院上空的惨叫声响一整夜。结果因为玩得太高兴了，第二天我居然睡过了头。来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1个小时。与此同时，狗丹又在欺负苗苗。救命啊！哈哈，那个云锦死定了。今天我看还有谁能来救你？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踩缝纫机。有本事你报啊！以前我还把人打到粉碎性骨折呢，对方也报警了，最后还不是赔钱就行了，老子有的是钱。说着，狗丹就开始撕扯苗苗的衣服。他妈的，昨天都是你害得老子出丑，今天我要把你的不雅视频拍下来，放到网上去，到时候看大家是骂你还是骂我。救命啊！求求你们帮我报警！有老师看不下去，赶紧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校长听到消息立刻打过来，一把抢过老师的手机。谁也不许报警，警察一来，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全毁了。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校长救救我！狗丹他这是猥亵我，是犯法的。闭嘴！你害得咱们学校颜面尽失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哈哈，看到了吧，没人会帮你的。我直接一个飞踹将狗丹踹飞，然后抓起刻刀往他身上猛扎，狗丹疼得嗷嗷直叫，好痛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饶你大爷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喜欢拍不雅视频是不是？我让你拍个够！我反手扒光狗丹的所有衣服，一脚将他从窗口踹了下去。教室外面正对着繁华的市中心，狗丹赤身裸体落在大马路中央，顿时引起了一阵围观。校长气得指着我破口大骂：云姐，我们学校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有你这种老畜生，学校才丢人呢！今天老子让你丢个够！我反手扒光校长的衣服，照样从窗口踹了出去。报警！必须报警！把那个混蛋给我抓起来！我闻言抓起拖把就冲了出去，狠狠捅进校长菊花里。霎时间现场一片哗然，大家都掏出手机来记录下这劲爆的一幕。狗丹还想逃跑，我直接一个红子枪，手里的另一根拖把捅进他的脸。顷刻间，双枪侠单挑2朵花的视频就冲上了热搜。很快，帽子叔叔就赶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帽子叔叔，快抓住他，他想杀我们！这种毒瘤必须坐牢，坐到死！你们想屁事呢？我反手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老子是精神病，打你们也是该打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管不了他。倒是你，狗丹，很多人举报你多次故意伤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等一下，我也是精神病，这是我爸给我办的证。那正好，咱们就是病友了，跟我回精神病院吧，兄弟姐妹们都等着你呢。我直接扛起狗丹回了精神病院，从此后精神病院每天每夜都能听到他的喊
婚礼上，新娘拍出天价彩礼，表哥拿不出钱，新娘竟然当场悔婚，还骂表哥是穷逼。我当场贴脸开大，让新娘一家跪求表哥原谅。婚礼上，我跟着表哥去接亲，可新娘却不肯出门，还反手甩出一纸协议。结婚后，男方所有收入必须上交女方，由女方全权支配。为避免婆媳矛盾，婚后夫妻俩必须单独住一套房子，公公婆婆尽量少上门打扰。节假日回女方家，逢年过节必须孝敬女方父母，并承担女方父母的养老及医疗责任。表哥闻言憨厚的笑了笑，孝顺长辈是应该的，但这些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为了让女方婚后有安全感，男方必须支付女方父母88万彩礼，婚后每生一胎，男方还必须支付女方父母20万。若是两人离婚，以上彩礼不予退还。新娘宣读完毕后，将协议塞进表哥怀里。好了，签字吧。若若，这什么彩礼也太奇葩了吧！我们两口子生孩子还得给岳父岳母钱，从来没听说过。现在听说也不晚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可是88万也太多了吧？张若涵，你什么意思？俗话说得好，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还想不想娶我？我当然想了。想结婚就签字。女婿啊，我们也不是看重钱，就是想要个态度，你自己衡量吧。是啊，若若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就是舍不得她吃苦。可咱们不是说好给46万彩礼吗？娶媳妇哪有不花钱的？我爸妈辛辛苦苦把我姐养大，你区46万就想娶走，做白日梦呢？你们这是卖女儿呢？都要上婚车了，还临时加价，这跟敲诈有什么区别？其实来接亲之前，表哥就再三叮嘱过，让我能不开口就别开口，以免引起战争。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赶紧给我让开！小舅子一听，直接叫门反锁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88万的彩礼必须给，否则你们就别想进这个门。好，今天我还就非进不可了。我直接一个助跑加气法，狠狠一脚将房门踹飞，带着小舅子冲了进去。表哥，背上新娘，咱们走。拦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走。霎时间，女方亲戚都一拥而上，推拉撕扯，骂骂咧咧，现场乱成一片。我当即振臂高呼：大迪、小莫，上，给我开出一条血路来！好嘞，老大。我带着精神病友们被女方亲戚一顿暴揍，现场总算是平和多了。好了，表哥，计时快到了，婚礼那边宾客们都等着呢。若若，来，我背你。表哥刚刚蹲下身，可是新娘却一脚将表哥踹翻。张若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爸妈养我这么大容易吗？你连88万的彩礼都舍不得给吗？若若，你知道的，我所有的积蓄都拿来交婚房的首付了，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。你少在我面前哭穷，今天不给这88万，我就不跟你走。女方一家听到这话，顿时也得意了起来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嫁给他，一个穷外卖员，要钱没有，房子还是贷款的，你图他什么？就是我家门都让你们撞坏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赶紧赔钱。没钱赶紧回去拿，管你是借还是抢的，没钱就别想娶我姐。他妈的，不会说人话就给老子闭嘴！我冲过去，压着小舅子狂甩大腿。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家。哥，今天这婚不结也罢，改天我给你介绍个漂亮的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，随便哪一个都比这一家牲口强得多。呵，吹什么牛？婚宴上那么多宾客等着你，你们不嫌丢人就尽管走。很快，大姨听到消息也打来。小海呀，宾客那边都等急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亲家你来的正好，今天你们必须拿88万彩礼，否则这婚我们就不结了。啊，可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，要不我给你们写欠条，以后我打工慢慢还行吗？没钱娶什么老婆，赶紧滚！大姨实在是没办法，急得都给他们跪下了。表哥顿时气得火冒三丈。大姨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新娘一听却不乐意了，顿时暴跳如雷，起身来打表哥。张若涵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我直接一脚将新娘踹飞出去。你他妈的，我忍你半天了，真当自己镶金嵌玉了，咧着一张大嘴，什么条件都敢提，就你这种货色，倒贴100万都没人要。嘿，张若涵，你敢让人打我，我这就去婚宴上告诉所有人，你们一家子都是暴力狂，我看以后谁还敢嫁给你。新娘一家子鬼哭狼嚎的跑去婚宴上卖惨，我直接让摄像师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都放到大屏幕上，众人顿时对着新娘一家指指点点。新娘一家却半点也不知道羞愧，还等着看表哥的笑话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婚礼没了，咱们怎么面对那么多宾客啊？老张家的脸都被丢尽了。大姨，你别急，我有办法。我当即走上台，今天的婚礼取消，接下来请大家参加我表哥的乔迁之喜。众人闻言都懵了，新娘更是不屑的冷嘲热讽。张若涵一个送外卖的，穷的叮当响，他名下就一套房子，还是贷款买的，早就搬过1次家了，还搞什么乔迁之喜？你们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一套房子举办2次乔迁之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找借口多收礼金呢。哼，贫穷限制了你们的想象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我直接掏出10个房本递给表哥，以后这条街上的所有商铺和住宅就都是你的了。霎时间全场哗然，表哥更是激动的全身颤抖。这可是价值8000万的房产啊，每个月光是收租金都能收100多万，这太贵重了，你没必要。我不相信，我不信！新娘猛地冲过来，一把夺过表哥手里的房本，仔细查看。可无论怎么看都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既然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点把房本拿出来？你是不是发财了，就想耍了我，所以才故意不说，就是想让我自己走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渣男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本来我是想把这些当做礼金，在婚礼上送给你们的，到时候
后当众宣布，在房本上把你们俩的名字都加上。谁知道你们混到这种幺蛾子，看来你们一家根本没那个发财的命。新娘一家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新娘更是破大防，当场跪在地上哭着求复合。阿海，刚才都是我不好，我也是担心你会不爱我，一时冲动才口不择言的。看在我们相恋3年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对，都怪我们老糊涂了。若若也是被我们逼的，她其实还是很爱你的。我保证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掺和你们小两口的事了。反正婚宴也是现成的，这婚礼还是继续吧，别让大家看了笑话。呵呵，说的那么好听，不就是看我哥有钱了，又舔着脸想要好处吗？果然伏地魔的爹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家子拜金奴势利眼。嘿，你这种拜金女，我不稀罕，说什么都没用了，都给我滚！我不走。张若海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有了钱就想甩了我是不是？没那么容易。呵呵，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把你们的脸皮都给扒个干干净净。哼，你还想动手？我告诉你，今天除非你打死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走的。放心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不会动手的。我当即带着一群精神病人，拉着新娘一家坐着花车环城游行，还把他们那些丑陋的嘴脸剪辑成视频循环播放。自此以后，新娘一家臭名远扬，彻底成了阴沟里的老鼠，根本没人敢跟他们谈婚论嫁。我将10斤尼龙绳切成片，请老板吃海鲜刺身。老板激动的咬紧牙关，我抓起锅铲用力一捅，从此老板再也不会便秘了。老板，称一下，一共10斤，1800。什么？5只梭子蟹有10斤？电子称是不会错的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景哥，看来咱们是遇上宰客的了。我拿起梭子蟹，拆下绳子，放上去一称，只见电子秤上显示的是2500克。卧槽，1800的螃蟹，900的绳子。老板，你抢钱呢？你们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就滚！一群穷逼！我直接一脚将海鲜老板踹飞，抡起手里的绳子狠狠抽过去。老子是来买螃蟹，你他妈的绳子也分享，还占了一半。怎么，这绳子也是螃蟹的一部分吗？救命啊！我要被打死了！快报警啊！很快，帽子叔叔就赶来了。帽子叔叔，救命啊！这个疯子要杀我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买东西不给钱，还暴力殴打我。1800的螃蟹，900的绳子，你他妈的当老子脑子进水了吗？妈的，越说越生气。我抓起螃蟹塞进他嘴里，直接对掉他2颗大门牙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位先生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就是啊，打人是犯法，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。我要告他故意伤害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抓你大爷！我反手一个大笔都将他抽飞，海鲜老板直接落进海鲜缸里，海鲜们立刻一拥而上，螃蟹和龙虾用大钳子狠狠夹海鲜老板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啊！我的命根子，我家的香火断了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判刑，判死刑！呵呵，你想得美！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的那种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吹什么牛逼？我就不信，当着叔叔的面你还敢放肆！那咱们就试试看。我抓起那900块的绳子就往他嘴里塞。你不是说这绳子也是螃蟹的一部分吗？那老子今天就请你吃螃蟹，你要是能都吃下去，那今天这事就一笔勾销。先生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。对，你要是实在不满的话，可以起诉他，到时候法庭会给你公正处理的。凭什么？他是黑心奸商，再看欺骗消费者，本来就应该让他赔偿我，凭什么还要让我费心费力又费时间的去起诉？我哪有那个闲工夫？可是这绳子他明显吃不下去，你看他噎的都要翻白眼了。吃不下去我就帮帮他。我抓起旁边的拖把，用力直接捅进老板菊花，老板嗷的一声惨叫。我再趁机将绳子塞进他嘴里，连旁边的帽子叔叔都看不下去。我去，这太残暴了！快住手！老板哐当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哐哐磕头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宰客，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以后我一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好了，你看他都知道错了，就放过他这一次吧。可以，我给叔叔这个面子。谢谢你。嘿，等这个神经病走了，老子继续宰他们。我当即一个大笔都甩过去，接着又来了一套无影脚。当我看你那个猥琐的德行，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我直接将他绑在海鲜市场的柱子上，抓起西瓜刀射出，西瓜刀插进柱子里，刀刃距离老板的苦茶嘴只有3厘米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岗位，要是再被我发现这市场里有人缺斤短两，妨害不可，下一次这把西瓜刀就会扎在你的小屁屁上。老板闻言尿都吓出来了。为什么别人宰客，受伤的却是我？因为我是精神病。帽子叔叔，求求你们快放了我吧！你看看你，害人终害己，要吸取教训啊！算了，你等着，我给你送。这时我一个闪身瞬移回来。哟，你要下班了？那谁接你的岗位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接岗？这个岗位可是咱们海鲜市场的道德底线，必须得有人守在这里，不然我看到这里空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犯病，也说不定又是谁中招了。嘿嘿。原本在一旁看好戏的老板们，顿时吓得瑟瑟发抖，纷纷冲上去给绳子系了10几个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怕你掉下来，帮你绑紧一点，不用谢。我操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好好监督你们的，迟早让你们接岗。嘿，乡里妹才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自从有了这么一个招牌当榜样，整个市场再也没人敢重蹈覆辙，唯恐成为下一个倒霉蛋。喂，3号摊位，你塑料袋里怎么那么多水？宰客是不是？我要举报你！你放屁，老子还没成年。3号摊老板麻溜的给袋子抢一个抢，放干水。9号摊，你家的螃蟹怎么还绑着那么多绳子？我家的绳子另外坑的，你死心吧，没人会代替你。
苍天啊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看来效果不错。走，咱们去吃点海鲜庆祝一下。我转头来到海鲜小排档，就这3个菜吧。好嘞，您们是本店的新客，我再送您2份鲅鱼水饺。还有这好事，那就谢谢老板了。景哥，看来在你的治理下，这附近的民风都变好了，居然还有免费送吃的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咱们景哥是谁？很快，等我们吃完饭后，准备让老板结账时，却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。老板，算一下多少钱，再帮我拿个袋子，剩下的打包。88乘以3，3个菜264，鲅鱼水饺380，袋子10块一个，一共654，收你个整数666吧。什么？鲅鱼水饺不是送的吗？怎么比买的还贵？不对，666算什么整数？不是，那个袋子又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草口太多，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先说哪个了，还是先说袋子吧。一个塑料袋10块，抢钱呢？信不信我举报你？哈，有本事你就举报啊！没钱吃什么海鲜？滚回去吃馒头咸菜吧！你个穷逼！你他妈的！我直接一拳干掉他4颗牙，接着就是一顿暴力输出，然后挂在门头的广告牌上，然后我一手扛着拖把，一手举着精神病诊断证，当众宣布，所有人都听好了，这家店一个塑料袋10块钱，凡是被他们家宰过的，都可以来讨个公道，1块钱一罐，零付款记录排队，有问题我担着。霎时间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被坑过的人全都蜂拥而至，找老板算账。已经回家的外地游客也委托当地人代理讨伐奸商老板，老板被揍得嗷叫，甚至还有人向我举报其他黑心奸商。好嘞，走，咱们就去这一家。我请朋友去吃火锅，没想到却吃到了1颗假牙，我当即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。老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牛牙齿。你家牛还装假牙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家牛还割过双眼皮呢。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，牛不都是双眼皮吗？哦，我家的牛都是4眼皮。老板，别狡辩了，你仔细看看这颗假牙里面还有一层金属呢。就是牛牙齿，我家牛刚做过根管治疗，做了假牙，还装了烤瓷牙套。你他妈的骗谁呢？当我傻是不是？谁家宰牛之前还给牛安装假牙的？我家就是，这是人道主义，就算宰牛，也要让牛完完整整的走。好家伙，这牛肉不一定是真牛肉。那老板，你是真牛啊？你家牛在哪里呢？我要亲眼看看。今天的牛卖完了，明天才买。我们家的牛肉都是每天现买现杀，保证绝对新鲜。行，那我就等着看看。我直接守在火锅店门口，可直到第2天中午都没看到任何一头牛。我当即冲进店里大喊：大家都别吃了！顾客都吓了一跳，纷纷询问怎么回事。这家店里根本没有牛肉，你们都被骗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对面派来坏我生意的吧？我有证据，我从昨天开始一直守在店门口，可根本没见你们买过牛。谁会直接买牛？我们买的是牛肉。是你说的，你们家的牛肉都是现买现杀的，保证新鲜。我有录音为证。顾客们闻言都议论纷纷，看着老板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怀疑。我也看过他们家的广告，说绝对的活牛现杀，绝对新鲜，我才来的。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？这家火锅可不便宜呢。算了，凑合吃吧。现在哪家店是真材实料，都习惯了。可是我在火锅里吃出了烤瓷牙。我掏出假牙，还播放了昨天吃出假牙的视频给大家看。老板亲口说这是牛牙齿，是他们给牛装的烤瓷牙。如果他们根本不买牛，也不是现杀现卖，那这牛牙齿哪来的？这肉又是什么肉？你们还敢吃吗？顾客闻言脸色铁青，全都吐了出来。退钱，我不吃了。我都不敢想这是什么肉。以后我都不敢吃肉了，你们必须赔我精神损失费。老板简直要气死！污蔑，你这绝对是污蔑！我要报警，告你造谣污蔑我。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叔叔，我要告他造谣生事，破坏我的名誉，影响我们店的生意。是他说的这样吗？我可没有说谎，我有证据的。我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还把视频和证据都拿给帽子叔叔看。这牙齿的事情，你又怎么解释？关你们什么事？商业上的事情又不归你们管。他寻衅滋事，你们还不把他抓起来？云锦，别闹了，算了吧。万一真的被抓起来就完了，咱们的人生都会有污点的。为你七舅老爷，认识你这样的朋友，才是老子一生中最大的污点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说你怎么了？我还想揍你呢。每次吵架都是让老子顶在前面，你站在旁边跟哑巴一样，还总是假惺惺的冲我。算了算了，我被人坑了，你看不到吗？装什么圣母？可是做人要有素质，怎么能大庭广众之下骂骂咧咧的？你以为你不吭声就很有素质吗？你个怂货！卧槽！越说越气，跟我一起骂他，不然咱们就割袍断义。我一脚将朋友踹到店老板面前，骂他。老板，你太过分了吧，请你给我们道歉。你敢再逼逼一句试试？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告，让你们把牢底撕穿？你想得美，老子有证据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老子是精神病，偏执狂，躁郁症。今天你不把这件事给我说清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怎么，精神病了不起吗？叔叔照样抓你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有证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说话别太嚣张，别刺激他。敢坑我，别说骂你了，就算让你倒立拉屎，我也照样不用坐牢。店老板简直气哭了，只能偷偷买了一头牛。看到了吧，我家有牛，而且现杀现卖的。我二话不说，一拳砸在牛嘴上，直接打掉他3颗牙。牛嗷的一声发出惨叫，店老板被追得鬼哭狼嚎。你他妈有病啊！好好的打他干什么？我是有病啊！我捡起牛掉落的牙齿，3颗牙，你现在就开始给牛补牙吧，我会全程亲自看着的。我打电话叫来了牙医，牙医看到牛都懵了，补了半辈子牙了，第一次见给牛补牙的。谁说的？这位老板就经常给牛补牙，真是
是活久见，根管治疗假虎牙，再加套瓷牙套，3颗一共5万啊！这么贵，我是疯了才会给牛装假牙。所以你承认火锅里的牙不是牛牙齿了？算了，5万就5万，品牌最重要，补就补。好，多久能做好？1个半月吧。我转头就给老板打广告做宣传。老板要给牛装假牙，1个半月内不卖牛肉了。给牛补牙，这老板脑子有病吧？管他有没有病，我只关心以后1个半月店里都没有牛肉了。那我还是1个半月以后再来吧。顾客闻言立刻走了一大半，老板顿时急了：你胡说什么？我家又不止这一头牛，大家别走啊！我家的牛肉照常供应。老板真聪明，那我就代替大家好好监督。什么意思？之后我每天都守在火锅店门口，一来监督老板给牛补牙的进度，二来监督老板是不是真的有在买牛做鲜牛肉。只要新的牛没买来，我立刻就会广而告之。老板没有办法，只能买正规新鲜牛肉，几天下来就扛不住了。都是那个神经病害的，最近生意暴跌，成本却高了好几倍，再这样下去老子要亏死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当晚店老板就给我朋友打了电话，第2天朋友就出面澄清了此事。云锦，你别闹了，这都是误会，其实那颗假牙是我掉的。你是傻子吗？自己的假牙掉了，当时没发现，回家都这么久了还没发现吗？就算是剑龙那样的反射弧，也最多20秒就能反应过来了。我笨，赢了吧？你当我傻吗？你根本就没补过牙，哪来的假牙？他给了你多少钱？什么钱？没有，你别乱说话，不然我和老板一起告你造谣污蔑。我操！我气得直接按着他一顿暴揍。老子在前面冲锋陷阵跑攻的，你他妈的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得累死老子！有你这种见钱眼开的怂蛋在，难怪黑心老板会那么多那么猖狂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最恨别人骗我了，实话实说是吧？我哐哐2拳打掉他2颗牙。好了，去补牙吧，这下你真的有假牙了。还有你，我会每天监督你用的都是新鲜的食材，别想搞鬼。实在不行，老子涨价。你也别想涨价，涨价就是心里有鬼。说实话，我还挺期待你的，因为我疯起来真的连我自己都怕。店老板不敢再作妖，结果因为成本过高，没多久就关店大吉了。我反手实名举报他弄虚作假，欺骗顾客，卫生不达标，还有收买证人。于是老板和朋友一起上铁窗内，我将马蜂窝做成口罩戴在女人脸上，金皮树叶做成手套给她偷走。只因女人坐高铁不排队，还狂扇检票员耳光，甚至叫嚣着要让所有人下来。高铁站内，我正在排队等候检票，突然一个女人冲了过来，径自往最前面冲。都给我滚开，让我先进去。凭什么要让你先进？你算老几？你知道老娘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让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今天老娘就是要第一个进去，谁敢拦我，我弄死他。这位女士，请您按照顺序排队。滚开！陶芬一耳光甩在检票员脸上。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再不让开，老娘还打你！我操！我直接飞起一脚，将陶芬踹飞，按在地上狂扇大腿。就你他妈的长熟了，就你会打人是不是？老子今天抽不死你个傻叉，就你还想插队？凭什么？凭你脸大，你他妈的头发长脚了！救命啦！杀人啦！你们都瞎了吗？没看到老娘被人欺负吗？还不快来救我！这位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打人有点不合适吧？这话你别和我说，这婆娘插队，耽误的是我们所有乘客的时间，损害的是我们所有乘客的利益。你去问问他们，我这么做合不合适？合适，太合适了！我也想抽他。要不是我带着孩子，高低我也得上去抽他2巴掌。干得漂亮，再抽狠点。闻言我抽得更给力了。听到了没有？这是群众的心声，我这可是众望所归。你们这些贱民，知道老娘是谁吗？老子管你是谁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想要插队也照打不误。快报警了！杀人了！我要被打死了！先生，请先冷静一下，您别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。陶芬被我打得跟猪头一样，狼狈地爬起身，眼神中充满怨恨。你竟敢打我！还有你们这群贱民，你们也是帮凶，我跟你们没完！谁是贱民？你这人怎么一张嘴就满口喷粪呢？大清早就亡了，有空多看看书。你们有种你再逼逼一句，刚才把你打醒了是不是？陶芬被我森冷的眼神吓得瑟瑟发抖，害怕的连退几步，再也不敢多嘴。这位女士，请您按照规矩到后面排队。你还有脸鬼叫，都怪你个害人精！刚才你要是让我进去了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陶芬越说越气，她不敢招惹我，只能把怒火都撒在检票员身上。太过分了，快报警！我已经报警了，可是等人来还得好一会儿呢。哼，别以为你们报警，我就会怕了你们。他妈的！我冲进卫生间，摸把沾屎，然后狠狠地对进陶芬嘴里。好臭！来呀，继续叫骂啊！你敢喷饭，老子就敢为你吃粑粑。这时帽子叔叔也赶来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陶芬见状赶忙扑过去抱住叔叔大腿。帽子叔叔，快点抓住他，他打我，还给我吃粑粑。是你先插队，骂人还抽人家检票员的，我这是见义勇为正当防卫。你胡说，我哪有？我反手一个大笔兜甩了过去。你要是失忆了，老子就帮你好好回想回想。我继续抽他大笔兜，想起来了没有？没有，老子就继续帮你回忆。帽子叔叔救命啊！我要被人打死了！大家都冷静点。帽子叔叔，我作证，是这位女士先动手打了我，这位先生是见义勇为，我也能作证。还有我，这女人就是自己找打。这位女士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哼，老娘没时间跟你们废话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，赶紧让我先进去。要是耽误了我的大事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什么大事？关于你下辈子投胎是当猪还是当狗吗？请您排队。见检票员说话，陶芬又动起了手来。你他妈的是猪脑子吗？不知道是有轻重缓急吗？
一点变通都不懂。老娘打你是教育你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住手！叔叔上前正要抓陶芬，他却开口威胁他：你敢动我一下试试看，我投诉你们信不信？敢得罪我，我让你们都得下岗。卧槽，这张嘴是真臭！我二话不说，转头冲出高铁站，在旁边的山脚下找了个马蜂窝，当即抱着马蜂窝返回检票口。此时陶芬还在嚣张的叫嚣着：老娘上面有人，你们敢这么不给我面子，我让你们全都被炒鱿鱼，信不信？帽子叔叔想要逮捕陶芬，他立刻尖叫哭嚎：来人了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帽子叔叔仗势欺人，要非礼我了。一时间叔叔也对他束手无策，都给我让开！我直接将马蜂窝扣在他嘴上，嘴这么臭，老子给你好好治一治。你这个王八蛋，老娘抽死你！陶芬还想动手打我，我从行李箱掏出最新收集的金皮树叶，直接按在他2只狗爪上。好痛啊！我的手要着火了，救命啊！嘿嘿，你不是喜欢打人吗？老子废了你的手，省得你再手贱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救救我！好了，都别闹了，快抓住他，他故意伤害我，必须判刑。你信不信？我打你也是白打。我当即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管不了他。于是你先跟我走一趟吧，你寻衅滋事，我们将依法拘留你。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看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，信不信？你讲道理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要叫媒体来曝光你们，你们仗势欺人，还包庇罪犯，到时候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们。不用麻烦，我这就找所有媒体和记者来做直播，让大家好好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垃圾的女人长什么样。傻叉，你叫啊，不叫你就是狗，老娘就不信你真的敢在媒体上露脸。下一秒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我调出监控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都放到直播间，直播间瞬间被顶上热搜。网友们加油啊！一个赞一个大笔兜，世界文明就靠大家了。霎时间，直播间都沸腾了，点赞和评论数量都飞速上涨。好嘞，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。我一步步朝着他靠近，陶芬害怕的瑟瑟发抖。你想干什么？瞅你！我戴上手套，手套外面沾满金皮树叶。你别过来！我拽住陶芬的头发，狂抽大笔兜。随着点赞和评论数量飞速上升，我的动作也越来越快。抽不完，根本抽不完。好痛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最后，陶芬被我抽成了猪头，抱着警察的大腿，哭着喊着要进去踩缝纫机。下一个插队的是谁？站出来！老子的大笔都等着你。学生带牛奶当早餐，却被老师当场扔掉。不许带牛奶进学校，你不知道吗？老师，这是我妈妈给我带的早餐。说了不许带就是不许带，这是规定。这是我送侄子到校门口，却被老师拦住。检查，把书包打开。什么意思啊？进学校还得先搜身吗？这是学校还是牢房？少废话，快点，别耽误后面的同学。侄子乖乖打开书包，看到书包里的2盒牛奶，老师顿时怒不可遏。这是什么？谁让你带牛奶上学的？老师说完就抓起牛奶扔了出去。下次再带牛奶就别来上学了。卧槽！我直接一脚将老师踹飞。你凭什么扔掉我侄子的早餐？浪费粮食口纸，不知道吗？你这种人是怎么当上老师的？你敢殴打老师？保安呢？快把这个闹事的团伙打出去！有话好好说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少废话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凭什么不让我家孩子带牛奶进学校？孩子恶化的算谁的？当然可以去学校餐厅买牛奶喝，饿不死的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自己不能带牛奶，学校的牛奶就能喝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因为学校的牛奶是加热的，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喝凉的对身体不好。你带凉的来学校，我们怎么给他加热？我们也是为了学生好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给侄子带的就是热牛奶。老师闻言愣住，顿时恼羞成怒。反正就是不行，不许带，这是规定。你说不行就不行，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，或者给我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。我没法给你解决，也没法给你解释，反正就是不许带。卧槽，这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你们的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叔叔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不喝牛奶也行的。别怕，不就是不能喝凉牛奶吗？我有办法。我买了保温桶和加热过的牛奶，在学校门口免费发放。这次学生们带的都是热牛奶，总不算违反规定了吧？没想到老师转头就打电话通风报信。喂，你们的生意被抢了，快来！很快，学校食堂的老板就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。谁敢抢老子的生意？抢生意？你开的是食堂，我也没有卖菜卖酒，怎么就抢你生意了？还敢狡辩？这热牛奶只能我们食堂卖，学生必须来食堂喝牛奶。你在这里免费发放，还说不是抢我们的生意？说完，食堂老板直接一脚踹翻里面的热水和牛奶洒了一地。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。我飞起一脚将食堂老板踹飞，提上去狂扇大腿。谁让你浪费食物的？连珍惜粮食都不懂得处理，你也好意思开食堂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，给我打死！食堂大厨们一拥而上，抡起大勺想揍我。操，找死！我扛起另一个保温桶，用力一泼，滚烫的开水浇了大厨一头一脸。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大厨们被烫得嗷嗷叫。我转头将开水泼向食堂老板。你们不是怕凉吗？我这就给你们好好加加温。啊，我的眼睛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就凭你！我一把将它按在洒落一地的牛奶里，给我舔，舔干净！要是敢剩下一滴牛奶，我就让你们集体裸奔！你敢？快放开我！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将他的脑袋按进牛奶里。还有你们，都给我舔！众人看向流了一整条街的牛奶，还有流进下水道，顿时都傻眼了。差不多行了，你他妈的别太过分了！卧槽！我直接一脚将他踹翻，拽着他的脑袋按进下水道。
嘴这么臭，那下水道的牛奶就归你了，给我舔干净。还有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着老子发财大轿请你们是不是？大哥，咱们也都是打工的，身不由己啊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打工？打什么工？殴打无辜的学生家长吗？你们是打手还是马仔？我眼神瞬间一冷。切，不然就裸奔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大厨们被我森冷的眼神吓，只能乖乖的趴在地上，吸溜吸溜的喝牛奶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喝自己的带的牛奶根本就不会损害身体健康，这可是学校食堂大师傅们亲身体验过的。此时食堂老板趁机偷偷打电话给校长：干爹你快来，有人砸咱们家场子。谁这么大胆？我这就来。哈哈，小子你完了，你摊上市了。你知道你动了多少人的蛋糕吗？你死定了！他妈的！我冲上去狂抽食堂老板大腿，还敢逼逼赖赖，看来打的还是太勤了。叫啊，有种继续叫啊！干爹救我！这时校长也从楼上跳了下来。住手！这里是学校，教风育人的神圣之地，谁敢在这里打架闹事？干爹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人打死了。大 boss 出现了啊！就是你在变虎保鬼，不让学生自己带牛奶，非得去食堂喝高价奶是吧？你别胡说，你这是诽谤，我要报警。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，看着这一地狼藉，叔叔都懵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帽子叔叔他打我，还让我舔大街，他还逼我喝下水稻的牛奶，他还诽谤我。叔叔听得满脑袋问号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一个一个说。是这样的，他在学校打架闹事，还诽谤我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。是这样吗？我只是想问清楚一件事，为什么学生不能自己带牛奶进学校，只能喝食堂的牛奶？因为天气凉，学生带来的牛奶我们没办法加热。我也是为了学生好，你没文化就别乱说话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当然。那你发誓，如果你说了假话，就生孩子没皮燕子，而且还会穷一辈子。校长顿时恼羞成怒。这是学校，不要搞封建迷信。你不信，那你就发誓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打人就是不对，是犯法的。叔叔，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吧。不好意思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嘿，进了里面好好太平任性，多多学习吧，小伙子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赶紧把你们幸灾乐祸的丑陋嘴脸收拾。我当即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打人不犯法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那没办法了，你们有事情还是先好好沟通一下。这好说，为了弥补我的过错，我准备在学校门口开一家爱心食堂，免费给学生们提供一日3餐，热的，保证不会让同学们吃凉的东西，对学生身体也好。这下校长你开心了吗？你这是抢我生意，想把我挤兑死？这不是往里面倒贴钱吗？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精神病啊！嘿嘿。老人砸了快递柜，只因嫌取快递的声音太大，耽误他们家生孙子。我儿媳妇怀孕了，你们取快递的声音这么大，耽误了我儿媳妇给我生孙子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你们家住9楼还能被吵到？你们家全都是顺风耳吗？少废话，我说不许取快递就是不许。他妈的，真想锤死你这种老混蛋！哎呀，你还想打人？曹老太当即往地上一躺，拍着大腿哭嚎：“救命啊！打人了！这一米9的壮小伙子欺负我一个柔弱的老人家了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”哈哈，你以为这样老子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哈哈，有种你动我一下试试，看老娘讹不死你！那咱们走着瞧。转头我就打电话给快递公司。快递公司嘛，我自愿出资，请贵公司在我们小区安装500个快递柜。什么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曹老太更是嗤之以鼻。吹什么牛逼？500个快递柜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关你屁事！没钱，老子可以出去卖，反正这快递柜老子是装定了。我直接先把钱转给快递公司，给你们2个小时，装的越快，小费就越多。好嘞，哈哈，兄弟们来活了！很快快递公司就派出几10辆卡车，几百个工人齐齐出动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快递柜装好了。500个快递柜，全小区每个单元楼门口都有5个。可是第2天，邻居们去取快递时，都被曹老太拿扫把赶走了。你发什么疯？哼，我都说了，不许你们取快递，吵了我儿子儿媳妇睡觉，影响他们生孙子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你这也太霸道了吧！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方便，我又不在家，买东西全靠快递，你这样让他们怎么办？活不起就别活，反正别来祸害我们家。我听到吵闹声，直接拖把沾屎冲出去对进曹老太腿。啊，好臭！曹老太连隔夜饭都吐出来了。你他妈的干什么？嘴这么臭，老子好好给你消消毒。哎呦，救命！小野了，快报警！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，刚进单元门，曹老太就扑了过去，抱住叔叔的大腿哭嚎：“叔叔，快救救我！这个疯子要杀我！”曹老太满头满脸的奥利给，全都蹭到了叔叔身上，叔叔被熏得脸都绿了，好臭啊！你先放手。这位先生，你冷静点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都不建议你用生化武器来解决。谁让他满嘴喷粪，还咒别人父母去死呢？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诅咒别人了？你少诽谤我！我作证，他刚救我爸妈了。我也听到了，他还用扫把打人，不让我们取快递。老太太，取快递是公民的权利，你不能暴力阻拦。我不管，谁敢影响我儿媳妇生孙子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一群穷鬼。
贵，有本事就去大商场买东西，买不起就别避避。卧槽！我一拖把对进他嘴里，直接对掉他3颗牙。好痛啊！我的牙！当着叔叔的面还敢打人，你死定了！同志，你们快抓他去坐牢！我反手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对你3颗牙怎么了？最近精神病怎么这么多？这人我们管不了，你们自己协商吧。叔叔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曹老太气得两眼发红，全身都在颤抖。哼，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，还干不掉我的样子。再动我就把你剩下的牙全都拔了。曹老太吓了一跳，不敢再看我，他转头看向其他人。惹不起你，我还惹不起这些死包马，谁也不许碰这些快递会。我警告你们，要是人想我抱孙子，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。不信的话就试试看。邻居们闻言都退缩了。算了，这种人我们惹不起。没办法，只能花钱让跑腿小哥送货上门了。曹老太见状得意极了。哼，你快递柜装的多又怎么样？照样没人敢用。我直接掏出1沓钞票。大家听好，我在这发福利，凡是当天开关快递柜200次以上的人，都可以凭视频记录来我这里领奖金，请大家踊跃报名。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事，算我一个。好嘞，我这就告诉我3叔6姨7表舅都来报名。曹老太闻言顿时勃然大怒，你们敢？谁敢来，我就吊死在他家门口。我举了举刚刚登记的记事本，已经有几十个人报名了，怎么的？你还能同时吊死在几个人家门口吗？你要是会分身术，就请开个培训班教大家呗。你欺人太甚！呵呵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已经报名的人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干活了。众人闻言欢呼一声，争先恐后的涌向各个快递柜。霎时间，砰砰砰的柜门开关声不绝于耳，一整天都没有间断过。这曹家2口子听见动静也走了过来。吵死了，这让我怎么休息？到时候生不出儿子来别怪我。老天爷啊，这是要断了我曹家的香火啊！妈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打电话举报他。很快叔叔又来了，你们又怎么了？叔叔，他们每天噼里啪啦的开关快递柜门，影响我老婆休息。你眼睛瞎了吗？看清楚，现在不是休息时间，也不是节假日，开关柜门的分贝数也超过标准，你举报也没用。叔叔拿出分贝测试仪测了一下，的确没有超出标准范围，不存在违法行为。那他花钱雇人整天开关柜门，分明就是故意针对王家，想害我曹家断子绝孙啊！这能怪我吗？他们不让人取快递，我担心快递柜门长久不用生锈了，只能花钱雇人经常来开一下，这还不都是你们逼的吗？既然没有违法，那我们也没办法，你们自己好好协商吧。见叔叔又要走，曹老太当即躺在快递柜前。我不管，谁敢再动快递柜，我就跟他拼了，要钱还是要命，你们自己选吧。众人顿时都有些退缩了。这可是你逼我放大招的。我直接找上小区里经常聊八卦的大爷大妈们，一人发了1个红包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跟说一句曹家没有生儿子的命，就可以再来领1个红包。尤其是跟曹家人当面说，红包金额翻倍。大爷大妈们顿时兴奋极了，全都冲到曹家送上祝福。赵玲，你长得一脸福相，一看就是没有儿女债的有福之人。曹大姐，你这辈子都不用帮儿子带孙子孙女，真是享清福的命啊！曹旭啊，你这孩子打小命就好，没有儿女拖累，姥姥肯定退休金都花不完。是啊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滚，都给我滚！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知不知道尊老爱幼啊？你们这是咒我们曹家断子绝孙啊！啊，我心口好痛，我要死了！我妈都是被你们气病的，你们都别想跑，赔钱！吓唬谁呢？你以为就你有病？只见大爷大妈齐齐的往地上一躺。哎呀，我心脏病犯了，都是曹家小子大吼大叫吓到我。我有高血压，我也被吓到了，我的头也好痛啊！都是70、80岁的老人，大爷大妈们根本不怕曹老太的人，一个个领红包领的手都酸了。曹家人都气疯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拦着你们取快递了，求求你们都说一句，我们曹家会子孙满堂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而已。不过晚了。小伙子身患绝症，恶毒大妈却逼他让座，被拒绝后还狂甩耳光，小伙子直接被打到吐血。求求你别打了，我生病了，很难受。还装，你让不让？不让才打你！卧槽！我直接拧开保温杯，一杯开水泼在王大妈脸上。哪个王八蛋泼我？想烫死我是不是？你他妈聋了还是瞎了？没听到小伙子说自己生病了，看不见他吐血了吗？你要是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使，老子就给你洗洗干净。好啊，你帮他一起打我，你们是一伙的吧？大妈一屁股坐倒在地，拍着大腿哭嚎。大家快来看看吧，20几岁的大小伙子吐痰欺负我这个柔弱老人，真是世风日下。卧槽，还得倒他一耙。喜欢做是吧？我直接掏出10根强力胶水，涂在座位上，然后将泼妇大妈按在座椅上。大妈被烫得嗷嗷直叫，好烫啊！我的皮要被烫掉了，救命啊！喊什么喊？再喊我把你的臭嘴也给你沾上。我把强力胶水对在他嘴边，王大妈站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这多好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坐座位，那劳资就让你坐个够。司机听见动静也赶忙停下了车，过来劝我息事宁人。小伙子别冲动，他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要是真被你打出个3长2短了，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！关你屁事！刚才这老逼灯打人的时候，你装聋作哑，这会儿又装什么好人？你这人真没素质！闭嘴，别逼老子扇你！
司机顿时不敢说话了，围观的乘客们也纷纷劝我。小伙子，还是算了吧，不就是一个座位吗？我顿时一股无名怒火直冲头顶，直接一脚将说风凉话的人从座位上踹飞。一个座位怎么了？你这么善良又大度，刚才怎么不把你的座位让出来？我不让，是因为我也累呀。你知道我上班有多辛苦吗？谁活着不累？偏偏就这个老登金贵，为了抢座位对人家又打又骂的，怎么就不想想只是一个座位而已？还有你这种帮凶在旁边唧唧歪歪，道德绑架，再逼逼赖赖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抽？大家别怕，一起上，抽死他！卧槽！我拿起旁边的拖把，直接对进他嘴里。再逼逼赖赖，下次老子拖把真屎给你吃！小伙子，你这就过分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不是我说你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拳打掉他2颗牙。就你张嘴了，是不是？刚才这泼妇打人的时候，你们聋了还是瞎了？一个个都袖手旁观，现在倒是耳聪目明了，反过来在这里说风凉话。小伙子，差不多行了吧？你这样乱搞，我回去很难跟公司交差的。教你大爷！没看到这小伙子吐血昏迷了吗？有这闲工夫跟我逼逼叨叨，还不如赶紧开车去医院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众人立刻纷纷抗议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要是我上班迟到了，被扣全勤奖，你给我赔啊！就是公司还有好几个上亿的项目等着我去谈呢，搞砸了你赔得起吗？你看吧，这不能怪我，我总不能因为你们几个人耽误这么多人的事吧？卧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发疯了。我一脚踹翻司机，跳进驾驶座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公交车直接以300码的速度飙了出去。这是要起飞吗？救命啊！我好害怕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也不想死啊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没娶老婆。你们不想死，人家小伙子就想死了吗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怎么就不想想小伙子到底害不害怕？我将油门踩到底，整辆车上的人都被迫体验生死时速。等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时，所有人都忍不住趴在地上吐出来。放我出去，我不坐车了。快把门打开！想得美！在小伙子抢救回来之前，你们这些帮凶谁也别想走。医生把小林拉去抢救后，我反锁了车门。你这是非法囚禁，我要报警！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。叔叔出现的那一瞬间，大妈立刻放声哭嚎：“叔叔救命啊！我的皮都要被扯下来了！”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他，我只不过是见有年轻人装病，霸占爱心专座，一时气愤骂了他几句而已。这个混蛋就对我又打又骂，还把我用胶水粘在座位上。他也打我了，牙都给我打掉了。对，他还锁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走。这位先生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哈哈，臭小子，你死定了！等着进去踩缝纫机吧。你死了，我都不会死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别说见义勇为打你们几下，就是杀了你们都不犯法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！我直接冲上去扇了王大妈尸体的大腿。不信是不是？老子这就打给你看。这位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医生出来了。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就打了他一下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死了？太过分了！病人本来病情就很严重了，哪里经得起打骂？我就说嘛，原来是他自己病苦，跟我没关系。卧槽！叔叔，你们听到了吧？这让我怎么冷静？我一拳下去砸掉王大妈2颗牙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小伙子别冲动，打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是解决不了问题，但是可以出戏啊！我抡起拖把砸断王大妈2条腿。你不是喜欢做吗？这下好了，你可以做一辈子了，开不开心？王大妈疼得满地翻滚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你们这些同志就袖手旁观是吗？信不信我投诉你们？他有证的，我们管不了。这时王大妈的儿子王海也赶来了，闻言瞬间气得破口大骂：什么都管不了，那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好吧，我错了，其实还是可以管的。叔叔当即拿出电话打了起来，好像是打给社会保障部的。好了，判决下来了，你的养老金被取消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哈哈，报应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你得意什么？我还有儿子照顾我，给我养老。妈，咱们走，回去后我给您生10个8个孙子，让您享享天伦之乐，羡慕死他们。他妈的！我直接飞起一脚将王海踹飞，他不慎头撞到了一边的柱子上，当场昏迷。医生上前诊断，没救了，成植物人了。这下你比小林他们家惨了，你不但断了2条腿，还要照顾儿子，给儿子养老，开不开心？大妈一听，顿时怒不可遏的尖叫：你这是杀人！杀人！都跟你说了，我是精神病，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说完，我又把目光看向了刚刚公交车上袖手旁观的众人。还有你们，谁再敢做缺德事，我照样好好教他做人。1年2万6的学费，学校食堂居然还拿臭肉做给学生吃。起因是我第一次给侄子做饭，侄子竟然给我下锅，还哭着求我不要杀他。舅舅，我错了，我会乖乖写作业，求求你不要在菜里下毒。闻言我瞬间呆愣住，我只是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而已，侄子为何有如此的反应？这菜看着就下饭，哪里有毒了？真正的炒鸡蛋应该是绿色的，怎么可能是黄色的？这分明就是有毒。我摸了摸侄子的脑袋，没发烧啊？怎么净说胡话？你见过谁家的炒鸡蛋是绿色的？我们学校食堂的炒鸡蛋就是绿色的，老师说炒鸡蛋就是这样的。卧槽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，我得去看看。第2天，我趁着师生们都在上课，偷偷翻墙潜入学校食堂后厨，结果竟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只见一个学徒拿起桌上盆里的肉，闻了闻，一脸生气：师傅，这肉都有味了，怎么办？笨死你算了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问？老规矩，炒菜的时候多放点辣椒，那些小崽子就吃不出来了。闻言我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踹门而入，一
一拳干翻大厨，方方两个让他翻屁眼。他妈的，这肉都臭了，居然还给学生吃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大爷！今天不把屎给你打出来，算你小子拉得干净。我跳起一脚踹倒大厨，你在他身上左右操攻，狂抽大腿。把臭肉给孩子们吃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。你没有家人，没有孩子吗？要是有人天天给你孩子吃臭肉，你能忍受吗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就是这个王八蛋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怕什么？其他人闻言一拥而上，我直接抡起炒锅，挨个暴揍。大厨趁机抱起一大盆臭肉就往外跑。哼，没有了证据，我看你还这么牛逼，到时候老子打不死你。哼，还想毁尸灭迹？走你！我端起灶台上正在沸腾翻滚的油锅，猛地泼了过去。啊，好痛！救命啊！其他人也吓得瑟瑟发抖。你这是杀人！你居然敢杀人！我捡起大厨掉在地上的臭肉放回桌上。这臭肉都熏得我眼睛都疼，你们居然敢把这些垃圾给孩子吃，这跟直接喂他们吃毒药有什么区别？你们敢杀人，我为什么不敢？你别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告你诽谤了！我环视一圈，突然看到一盆绿色的鸡蛋。卧槽！难怪我侄子说食堂的鸡蛋是绿色的，你们这鸡蛋他妈的都长毛了，居然还敢给学生吃！我直接拍视频发到家长群里，然后联系了各大媒体。很快家长们和媒体全都赶来了，学校食堂的黑幕被曝光。完了，兜不住了！厨师见状，赶忙打电话给校长。没一会，校长便出现了。大家都冷静一下。要是你们家孩子天天吃臭肉，吃长绿毛的鸡蛋，你能冷静得下来吗？要不是这位家长告诉我们都还不知道，你们居然天天在给我家孩子投毒。我知道大家很生气，但是请相信我，学校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少废话，我就问，这臭肉的事怎么解决？校长见我们不好忽悠，只能找来采购。这肉是怎么回事？我冤枉啊！校长，这些肉都是我们每天现买的，保证没有隔夜肉，肯定是那供应商坑了我们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们也是被黑心商贩给蒙骗，看在他是第一次的份上，就原谅了他吧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，我抓起一把臭肉就塞进采购嘴里，采购尖叫一声，猛地呕吐起来。这位家长，你干什么？你竟敢袭击老师？眼睛不用可以捐了，没看到吗？他都被熏吐了，只要是个活人，就不可能闻不到这肉有多臭。谁能被蒙骗，还想甩锅给供应商？这就是你们处理问题的态度？你该不会和他们是一伙的吧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诽谤，我只是工作失误，一时失察而已。这不是失察，这是良心，良心啊！孩子还那么小，你们怎么忍心这么坑害他们的？那是一条条生命啊！家长激动地将校长围了起来，校长顿时吓尿了。你们不要冲动，我可以证明我跟此事无关的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只要你把这些肉都吃了，我就相信你是清白的。这位家长，你不要胡搅蛮缠，别忘了你侄子的档案还在我们学校，再胡闹对你侄子也不好，毕竟这可是关系到他一生的大事。我顿时气得怒火直冲头顶。你他妈的威胁我！我一脚踹倒校长，抓起那盆臭肉往他嘴里塞。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威胁我，你给我吃！你不想你侄子顺利毕业了吗？就算是出去要饭，也得有个好身体。要是天天吃你们学校的臭肉，就算我侄子考上大学，恐怕也没命去读了。少废话，吃！其他家长见状，也把采购和食堂的人按住，把臭肉都塞进他们嘴里。在我把一大盆臭肉都给校长塞进去以后，他们总算是头道歉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一定整改，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而已。带我去找供应商。我压着采购去找了供应商。供应商储存货物的地方是一个简陋的破毛坯房，旁边就挨着公共厕所。4手破冰柜里是满满的冻肉，解冻都是扔在厕所的蹲电器里冲水解冻的。黄绿色的水流了一地，散发着阵阵恶臭，苍蝇、蟑螂还有老鼠满地爬。而供应商一见到采购就迎了上来。老师又来拿货，看来你们挺熟吗？这可是我的大客户，能不熟吗？你不是说被供应商骗了吗？天天在这种地方拿肉，你他妈的瞎了才看不出肉有问题吧？就是看起来脏了一点嘛，又吃不死人。现在的学生真矫情，都是被你们家长惯坏了。卧槽！我抓起地上的老鼠就往他嘴里塞。只要你把这些苍蝇、老鼠、蟑螂都给我吃了，我就饶了你。好臭！你这是杀人，快报警！你当老子怕你？老子只后悔没早点弄死你们这些垃圾。我抡起冷冻了100年的僵尸肉，一下又一下，直接将采购砸得没了气息。供应商见状吓得边跑边喊：杀人了！救命啊！你也别想跑！冲过去又砸死了供应商。这时校长戴着帽子叔叔赶过来。帽子叔叔就是他闯进学校，逼我们吃臭肉，还殴打我们。说着，校长就看到了仓库里的场景，顿时吓得尖叫起来。你还杀了人，叔叔快把他抓起来，判死刑。这位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哈呵，你完了，你死定了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没办法，我们不能抓他，只能送他回精神病院治疗。所以现在轮到你了。等一下，你冷静点。臭肉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，他们都会被抓起来，你不要冲动。哇，畜生就是畜生，抓多少回他们也不会改，还是直接删号重来吧。我抡起僵尸肉，活生生的打死校长。最后我被送回了精神病院，但是侄子他们学校的孩子总算是又吃上了正常的饭菜。嘿嘿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每在海边停车1分钟，保安就要跑来收费10块钱。我想要开
开车离开，他却拦在车前骂骂咧咧。不许走，交钱。停车费太贵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不给钱就拘留你。这里没有划线，路边也没有收费牌，所以这并不是付费的停车点。你凭什么收钱？他妈的，让你缴费就缴费，还敢顶嘴？你被拘留了，草泥马，给脸不要脸！卧槽，老子跟你讲道理，你跟老子装土匪是吧？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跳起直接一个飞踹外卖员，将保安踹飞80米。好啊，你敢殴打政府人员，想造反是不是？我反你大爷！我抓起车载灭火器，直接对着他狂喷。嘴巴真臭，上火了是不是？老子给你降降头！你给我等着，你死定了！老子这就叫人弄死你！保安说完就打起了电话。兄弟们快来啊！这有人踢场子！你以为就你会摇人是不是？我也拿出手机，在病友群里发了条短信，让他们陪我演一场戏。群里纷纷叫我把位置共享出来。我刚共享完，就有一辆面包车飞驰而来，车上下来4个彪形大汉，唰的一下就把我围上了。就是你小子闹事啊！说吧，想怎么死？还废什么话？直接揍就完了。就这么点人，也好意思在老子面前东大尾巴狼？要不老子帮帮你？彪形大汉和保安顿时懵。你什么意思？是啊，你别在这装神弄鬼的。下一秒10几辆5菱宏光疾驰而至，每辆车上下来10个人，加起来足足100多个。这些都是我摇来的精神病友。保安和4个彪形大汉顿时吓神。卧槽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扛不住啊！咱们快撤吧，老大。保安更是吓得直接给我跪了。大爷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。保安话还没说完，100多个精神病友们唰的一下齐刷刷站到他身后，恭敬的齐声高呼：老板好，今天咱们揍谁？场面一度十分尴尬，空气寂静了至少10秒钟，保安整个人都蒙住了。这些是我的人，大哥，咱们的队伍什么时候过大了？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？彪形大汉比他还猛，这些兄弟也是咱们的人。不等他问清楚，我赶紧打断：你刚才说要求我做什么？这么多兄弟了，我还怕个毛？保安瞬间牛逼起来，老子求你千万不要跑，兄弟们，给我揍他！好嘞，抄家伙！精神病友们掏出狼牙棒，嗷嗷喊冲我杀了过来。冲啊，有了他！先做，在这儿，最后包成饺子。我装作惊恐的样子，转身就跑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，快报警啊！跑步拐角后，我们便停了下来，休息一会，先看戏。此时彪形大汉们快要吓疯了，快停下，不能动武器，会出人命的。我的天呀！一旦动了武器，这事的性质可就变了。动手打，顶多算打群架，外加互殴，拘留几天就出来了。现在一动武器，直接升级成犯罪了，好吗？你怎么懂那么多？流氓也是有文化的，不然早就被淘汰了。懂不懂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彪形大汉一脚将保安踹飞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你叫那么多人干什么？现在好了，我们直接射黑了，真是被你害死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啊！彪形大汉们拔腿狂奔，在我们身后紧追不舍。兄弟们等一下，别冲动，打人是不对的，先把武器放下，咱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人，有话好好说。眼看他们追上来了，我立刻让病友们将我团团包围，病友们个个高举狼牙棒，还敢跑？看我打死你！上啊，剁了他！追上来的彪形大汉们看到这一幕，吓得魂都飞了，立刻冲上来将我紧紧护住。兄弟们，冷静，快停下，有话好好说，打死人要坐牢的。我隔着彪形大汉疯狂挑衅精神病友们，来啊，继续打我啊！我有兄弟们护着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们居然护着敌人，你们是不是叛变了？好啊，原来你们背叛了老板，兄弟们，连他们一块揍！老板，兄弟们给你报仇了！几人说完就疯狂输出，打得彪形大汉嗷嗷大叫，而我又给他们添了一把火。就这点力气，给我挠痒痒呢？你们中午没吃饭吗？卧槽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精神病友们越喊越兴奋，揍得也越来越狠，彪形大汉们疼得鬼哭狼嚎。老大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咱们撤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护住这小子，他意思咱们也别想活。听到了没有？我们老大说你们都别想活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老大威武，有种你们就打死我老大，谁怂谁是狗。卧槽，还敢嘴硬！兄弟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很快保安就带着闹的叔叔们。住手，全都不许动！彪形大汉哭着抱住叔叔的大腿，叔叔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再不来我们就要被打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聚众斗殴？不是聚众斗殴，是他们追杀我。我只是来海边游玩，在那边停车1分钟，他就要收我10块钱，不给钱不让走，还说要拘留我。这些人都是他叫来殴打我的。保安一听顿时急了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你放屁，我只叫了4个人。”什么？那这100多号人呢？不是你喊来的吗？不是，我刚才就想跟你们说不是了，可你们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他们就是你的人，我有证据，我拍了视频的。我掏出手机点开视频，视频里100多号人下了车，毫不犹豫地站在保安身后喊他老板，还帮他追着打我。看到了吧？他们就是你的人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你们到底是哪一方的？我们是保安大哥过来的。很好，你涉嫌买凶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没有，你说是我雇你们的，证据呢？我给过你们钱吗？你说会请我们吃海鲜自助的？呵呵，哪个正常人会为了一顿海鲜自助就帮别人杀人的？我们啊，因为我们不正常啊。大迪和小莫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据。我们是精神病，我们
就喜欢吃海鲜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们居然利用精神病杀人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帽子叔叔也对此十分不耻。你被捕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你怎么不抓他们？是他们动手打的人。因为他们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是啊，他们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们会依法处理的。到市地涉嫌买凶杀人，准备好踩缝纫机吧。男人全身一共206块骨头，我挑碎他201块，剩下一块伸缩自如的骨头，煮熟了喂他。只因他为了讹钱还赌债，竟亲手将3岁的女儿扔到了我的车轮底下。大家快来看，他压死了我的女儿，还想杀我灭口！我反手一个大笔都甩在他脸上。你当劳斯眼瞎，没看到你故意把女儿扔到我车轮底下吗？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压死了人，还不想赔钱。我可怜的女儿，你死的好惨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？800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么爽快，他妈的要少了？不对，我刚才说错了，1000万，我要1000万。1000万也不多，可以。真的？当然，1个亿都行。男子顿时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地拿出收款码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钱啊！你女儿还在那里躺着呢，你不先给她收尸吗？少废话，快点给钱！那可是我亲女儿，得加钱。很好，你成功掐死了自己的最后一线生机。你什么意思？本来我还想着，你要是对你女儿还有一丝丝愧疚，那我就留你一具全尸的。既然你不要，那我也不用手下留情了。我直接拎起2块砸得哐哐响。你不是想要1000万吗？等你死了，老子烧给你。你他妈的有病吧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但是有病的人最讨厌别人说自己有病了。你这张臭嘴不想要了，老子给你砸了。我一板砖呼在男人的臭嘴上，直接砸掉他满嘴砸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不说了。刚才你就是用这只手把小姑娘扔到车轮子底下的，对吧？不是左手。我置若罔闻，一砖头砸在他的左手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骨头断了。不是这只，哎，砸错了，都怪你，回答的太慢了。那你还不快放开我，好痛啊！没事，错就错了吧，我不介意。他妈的，我介意，放开老子！我反手2个大笔都甩过去。不会好好说话，老子就慢慢教你。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我流了那么多血，我这辈子都没流过这么多血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有那个3岁的小姑娘流的血多吗？关你屁事！她是我的女儿，命都是我给的，我拿她换点钱花，怎么了？你也是男人，不是应该站在咱们男人这边吗？我一板砖砸在王长宝脸上。你他妈的，谁跟你咱们？你就是个畜生，跟我们男人都不是一个物种，少跟我套近乎。你打也打了，该给钱了吧？事情还没完呢，我做事一向有始有终，这只手对吧？来，咱们继续。我抓起板砖，狠狠砸在王长宝的右手上，一下又一下，直接把他整只手的骨头都砸得粉碎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，快报警啊！还挺有精神嘛，那咱们再换下一只。我接着砸另一只手，男子尖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以为晕了就没事了吗？想得美！我掏出大喇叭高喊：各位父老乡亲，这里有个谋杀亲生女儿的畜生，谁有尿给我咨询他。我来，我看半天了，早就想揍这畜生了。别，你有糖尿病，别让他尝到甜头了。让我来，我最近上火，尿黄。接着几个路人一起对着男子尿了起来。哎呀，好臭！行了，那正好，我们继续。我抓着板砖敲砸掉，敲碎他的某一寸骨头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我要被打死了！这时，几名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拎着棒球棍要揍我。不想死就给我住手！你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我们柳树村一把大名鼎鼎的虎哥，敢对虎哥不敬，侥幸被抓去喂鲨鱼。原来又是一波畜生啊！少废话，赶紧赔钱！我刚才都听到了，10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虎哥，原来你早就来了，那怎么现在才来救我？你被打得越惨，不是赔的越多吗？小子，现在是2000万了。这种畜生值不了那么多钱的。你他妈的少废话，给钱！真好，还有组团来送死的。嘿，想杀我？嘿，你当老子是吓大的？那有种你就站着别动！我直接跳上车，油门踩到底，轰的一声朝这群畜生撞了过去。我操，你来真的！快跑，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动不了，谁救救我？滚开，别挡路！王长宝被一脚踹到路边，我开着车直接从他身上压过去，然后追着虎哥等人冲出去3里地。可惜帽子叔叔来得太快，我还没弄死他们就被拦住了。叔叔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他压死了我女儿，现在还想弄死我们灭口。虎哥等人也被我撞在了地上躺着，已经奄奄一息，但还撑着一口气告状。对，就是他故意开车撞我们，我快不行了。先生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哈哈，你死定了！除非你愿意赔我2000万，我就谅解你，不然你就等死吧。还想要钱？你想的倒是挺美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？那没办法了，我们抓不了他，只能送他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你还想要钱？你涉嫌故意杀人，也跟我们走吧。哎呀，我手脚都断了，好痛啊！我要痛死了。帽子叔叔没有办法，只能送他去医院。虽然最后王长宝被判了刑，可是因为他4只骨头都被砸得粉碎，没有自理能力，最后只能待在家里。虎哥开设的赌场也被查封，虎哥等人也因4只骨头粉碎留在了家里。
赌场虽然没了，但钱还是必须还，不然我弄死你。虎哥，我懂，我还有2个孩子，还有我媳妇和我那早死的弟弟生下的2个孩子，都拿去卖了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行，你们几个去把人抓过来。他们正想行动的时候，我突然带着精神病友踹门而入，总算是等到你们出来了。怎么又是你？当初打断你们的手脚，就是觉得让你们吃花生米，死得太便宜了。兄弟们，晚清10大酷刑，走起吧！景哥，是先骑木驴还是弓形？都行，反正每一样都要给他们试一试。几人一听，顿时吓尿了。这一晚上，柳树村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我和精神病友们连着玩了1个多月。王长宝和虎哥他们奄奄一息时，终于有人偷偷报了警。景哥，猫叔叔快来了！反正我们也玩够了。大迪、小莫，趁着叔叔还没来，最后再来一波刺激的吧。好嘞！我买了10斤大象用的配种药，给王长宝他们喂了下去，然后给他们全身都涂抹了10厘米厚的强力胶，最后关在一间房里。很快里面就响起了不可描述的声音。等叔叔赶来时，房间里的画面已经不忍直视了。父亲千里寻亲和我相认，我去送他去泰国做人妖，只因在我2岁时，父亲就带着小3卷款私奔，只留下病重的母亲和年幼的我承担巨额债务。20年后，他一贫如洗，身患重病。如今听说我身价上亿，便跑回来跟我分家产。小子，我是你爸爸，你就必须得给我养老。给我滚！别逼我打你！大家快来看，我都65岁了，身患重病没钱治，孤孤单单没人依靠。可我亲生儿子身价好几十亿，开豪车住豪宅，却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真是没天理啊！小区里的人听到哭喊声，全都跑过来围观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你这小伙子也太不懂事了吧！你爸爸生你养你，现在看老了，你居然这么不孝顺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，你这样是违法的。难道你想进去踩缝纫机吗？现在的人啊，连亲爹都能见死不救，真是世风日下。他妈的，一群听风就是雨的傻叉！我直接提1桶奥利给拖了出去。好臭，这是什么？卧槽，是奥利给！你竟然给我们偷奥利给，果然是个没教养的王八蛋！谁让你们满嘴喷粪的？不过是听了这老畜生几句哭嚎，连前因后果都没了解过，就敢在这里瞎逼逼，给你们偷奥利给，都是轻的，再逼逼赖赖，老子把牙都给你们薅下来！难道这事还有什么内情？我2岁的时候，他就卷走了家里的所有的钱，丢下病重的我妈和年幼的我，跟小3私奔了，只留给我们一大笔巨额债务。结果我妈病死了，我想去孤儿院，可因为父亲还在世，孤儿院也不能收我，要不是老子命硬，早就饿死了。众人听我说完都震惊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也太惨了吧，还不如孤儿呢。20年来，你花天酒地，把钱都挥霍完了，倒是想起我这个儿子来了，想让我给你养老，哼，做梦！兄弟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说错话了，这种人不是爹，是畜生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爹，你就必须给我养老，每个月3000万，还要1栋豪宅、2辆宝马，还要雇2个保姆伺候我。滚！老子的钱就是全扔到海里打水的，也不会给你一丁点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不走了。我可是你老子，我就不信你敢不管我。他妈的！我直接脱口沾屎，对进渣爹嘴里。我靠，好痛！以后你现在出现在我面前，你来1次，我打1次，不怕死就试试。渣爹被我打伤，进了医院，而渣爹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了医生面前。医生，求您救救我吧！老先生，您不用这样，您这病能治。可是我没有钱啊！您的儿女呢？他们都不管我。怎么可能？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。我接到电话后，赶到医院，渣爹当着众人的面向我哭诉：“儿子啊，我现在生病了，连检查的费用都掏不出来，你说咋办吧？”那你赶紧死了算了。小伙子，你父亲的病还有救，不用治了，哪个是氧气管？我来拿。不是，你父亲的病能治，只要30万做个切除手术就行。儿子，你开着公司，身价好几个亿，这点钱对你来说只是毛毛雨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哼，没钱。说完，我便拿起手术刀。切哪里？我亲自动手。小伙子，你别冲动，杀人是犯法的。不说就算了，那就全都切了吧。我举起手术刀，走向渣爹。渣爹见状猛地跳起，边跑边叫：“救命啊！杀人了！”别跑，不是说要做手术吗？老子亲自给你开刀，保证该切的、不该切的，全都给你切的干干净净。小伙子，别冲动，你先把刀放下。干什么？你也想被切是不是？别，我不切。那还不快滚！我一脚踹开医生，扑倒渣爹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会找你的麻烦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！我连捅了渣爹3刀，可惜有人报了警。帽子叔叔很快就出现了。住手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同志，他要杀我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这位先生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杀人是死罪，你死了，你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他妈的，老子就算是死，也会先弄死你！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他想杀我，快把他抓起来判死刑！你想得美！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有证，的确不归我们管。听到了吧？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！帽子叔叔拦住我，把渣爹送去抢救。渣爹出院后，立刻联系了情感调解员，带着技术冲进我家。等我回到家，就看到渣爹穿着血躺在我床上大吃大喝。他妈的，你想死就直说，上次打你死刑了是不是？这位先生，他可是你父亲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太不孝了吧！
你们都看到了啊，我儿子他有精神病，根本管不好钱，赶紧把家产交出来，我替你保管。我管你大爷！我直接跳起报错渣爹！住手！你别太过分了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老先生都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想让他死，立刻马上麻溜的死！他到底是你的父亲，你也太绝情了吧！别以为有钱了就能为所欲为，身价长得再高，也别忘了初心和身为子女的义务。你耳朵聋了吗？没听说他当年做了什么吗？听说了，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很苦，但是苦难不是埋怨父亲的借口，相反，你应该感激他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苦难，才让你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哼，我感谢尼玛！我抓起地上的狗屎塞进他嘴里。不会说话就把肛门闭紧，别到处喷粪。好臭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也是好心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，不懂吗？这么喜欢吃苦是不是？那老子就让你吃个够！我直接把大爹扔进他怀里。你喜欢孝顺老畜生，那就带回去孝顺个够！凭什么？凭你嘴贱，滚！不然我打死你！此后，渣爹就赖在了调解员家，不但每天作妖，还调戏调解员的老公，甚至还偷偷抵押了他家的房子借高利贷。最后，调解员一家3口只能流落街头，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而渣爹无处可去，又回来赖上了我。云锦，我是你爸，你必须给我养老，每个月500万就行，但是我要美女，很多很多美女。好啊，我直接把他送到太子，改造成人妖，送去做人妖表演。这下你不但能每天看到美女，自己还能做美女，一步到位，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很快，渣爹就被一群男人淹没了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姨父每吃一口饭，我就用奥利给煮汤，灌进姨父嘴里，还给他穿上用金皮树叶做的尿不湿。只因1个月前已经和小姨离婚的姨父突然找上门。我妈生病了，医生说没几天好活了。他老人家临终前就想再看看自己的大孙子，我想带小陈走。小姨虽然舍不得，但还是尊重老人的意愿，让姨父带走了8岁的表弟。谁知姨父转头就翻了脸。这是抚养权变更协议，签了吧？我不签。小陈呢？把小陈还给我。你要是不签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小陈了。为了见到儿子，小姨被迫签下了抚养权转让协议。不料姨父得到抚养权后，立刻将小姨拉黑。还搬了家，小姨到处都找不到小陈，只能来求我帮忙。大迪，发动所有的人脉，务必找到我表弟。好嘞，老大。几天后，我们找到了姨父的家，屋子里传来孩子凄惨的叫声。不好，是我的小陈。都让开！我一脚踹开他们，结果就看到了令人目眦欲裂的一幕。只见姨父心疼了，正在抽打8岁的小陈。此时小陈身上早已鲜血淋漓。妈妈，别打了，我再也不偷吃剩饭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别打了。小陈，我的小陈，你们是谁啊？谁允许你们闯进我们家的？滚出去！你他妈的！我一拳打倒小陈后妈，跳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对一个小孩子也能下得去这样的狠手，说你是禽兽都侮辱了禽兽这2个字。关你屁事！他偷东西就该打，我没错。卧槽，偷剩饭吃也叫偷？你就是用这个抽他的，对吧？今天我也让你尝尝被鞭子抽打的滋味。你敢打我，信不信我告诉我老公，让他回来打死那个孽种？还敢威胁我？老子平生最恨别人威胁了。我抓起鞭子狠。有种继续说啊！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鞭子硬？小陈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别吓妈妈啊！小姨别急，我们这就去医院。颅骨损伤严重，中枢神经系统障碍，还有全身都是淤青，而且长期挨饿，严重营养不良。孩子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容乐观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。我可怜的孩子啊！请大夫尽力救治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。在我们等待抢救的时候，小陈后妈拉着姨父来找我算账。就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，老公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出气啊！云锦，他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把他打成这样，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放你大爷！我一脚踹开姨父。他妈的也配给我成长辈？你比狗当长辈，狗都得骂你一句禽兽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是自己找人来了。今天不把屎给你打出来，算你他妈的拉得干净。不许打我老公，臭女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小姨跟小陈后妈也打成一团。你虐待我儿子，现在还想打我外甥，我打死你！谁让你儿子偷东西吃的？呸！老女人，难怪没有男人要你。你泼妇，你儿子是小偷，就算打死也是活该。不许你骂我儿子！小姨奋起反抗，不料被打晕。我见状，跳起一脚踹翻小陈后妈。你他妈的，你就是用这只手打小陈的，对吧？我拎起椅子砸断了他的手。小陈后妈顿时疼得发出了猪叫声。小陈，好歹叫你一声妈，你居然连饭都不给他吃，连他捡剩饭吃都要被毒打。你他妈的是什么品种的畜生？老公，快来救救我，我要疼死了！喂，110嘛，杀人了，你们快来呀！看到了没？帽子叔叔马上就来，你死定了！你当老子怕你？我连环飞踹踹倒姨父，用力掐住2个畜生的脖子。你们2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去死吧！2个畜生被我掐得直翻白眼，舌头都伸出来了，没想到却被赶来的帽子叔叔拦住。这位先生，你冷静点。这2个畜生虐待我外甥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要是换了你，你能冷静得下来吗？这时医生拿来了病危通知书，请家属签字。可姨父一看通知书，立马尖叫道：什么30万那么贵？少废话，快点签字！我不签，我可没钱。他妈的，要不是小姨被你们打晕了，老子用得着你签字？你签不签？不签，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，钱没了就是真的没了。他妈的，既然不肯签字，那你这只手留着也没用了。我抓起棍子砸了你的脖子。签不签？叔叔，救命啊！这位先生，你这是故意伤人，是违法的。听到了没？我要告你，让你进去踩缝纫机。呵呵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都给我让开！叔叔明白了事情经过，也没拦着，
我举起凳子对准姨父另一只手，最后问你一次，签不签？我3、2，我签。姨父利落的签了字，可小陈还是没能抢救回来。小姨悲痛欲绝，姨父却是满脸欣喜。幸好死了，死了一了百了，省得再花钱医治了。他妈的！我抓起姨父拖进卫生间，按着头塞进马桶。既然不会说人话，你这张嘴留着也没用了，还是吃屎吧。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这位先生，你歇一歇，他涉嫌虐待致而已死。我们要把他带回去处理。我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老婆干的。我平时工作忙，所以没注意到她做了什么，请你们一定要对我老婆从重处理。老公，你竟然想让我坐牢？我儿子不能白白的死了，除非你愿意赔我500万，我就考虑签谅解书，让你从轻处罚。你这个混蛋，明明是你让我随便打他的。你当我们傻吗？说你不知情，谁信？可你们没有证据。要不是身上这身衣服，我真的挺想揍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会让你哭着求我送你进监狱的。姨父回家后，高兴的和小陈奶奶商量以后的幸福生活。妈，他们不知道，我给小陈买了巨额保险，以后咱们就是千万富翁了，哈哈。儿子，你真聪明。还想吃人血馒头，想得美！我一脚踹倒姨父，提着一大桶滚烫的奥利给姨父灌了进去。你们让小陈天天挨饿，那你以后也别想再吃一顿饭，就算吃进去，也得给我吐出来。你放开我儿子！我一拳砸在姨父肚子上，姨父哇的一声，红红绿绿的东西吐了他一身。之后我每天1日3餐都灌他们一桶奥利，吃饱。用金皮树叶搓遍全身，3天后姨父就坚持不住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让我去自首吧。晚了，你不配进监狱，你老婆虐待小陈，至少他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可你是小陈的亲爸爸，你比那后妈更可恶，更该死。我直接把姨父他们俩收拾的只剩一口气，然后丢进了深山喂野兽，大老远都能听见里面传来的惨叫声。真好听，这下小陈可以安息了。我将中介放在烧烤架上，全身涂满蜂蜜和烧烤料，只因我在工厂打工1个月，中介却只给我94块的工资，还嘲讽我穷比士多。你1个月的工作时间是21.75天，其中试用期5天是没有工资的。凭什么？哪条法律规定试用期不给工资的？我们公司规定的。怎么了？在我们这里干活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。16.75天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小时35块，一共是4690块。等一下，我们每天还加班了3个小时，一共是11个小时，你没算加班费。谁跟你说加班要给钱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不给钱谁干？你瞎了吗？没看见合同上面写的自愿加班吗？你不想加班可以不加，随便你了。我操！你再给老子说一遍，你上下嘴唇一碰，1000多就没了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一共4690块，扣除工厂应发的工资4596，给你94块。不对，工厂不是把工资打给你们中介了吗？凭什么扣除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工资不归我管，我只负责发奖励。你他妈的就是想分我的血汗钱，对不对？你这是诽谤，我警告你，说话注意一点，小心我报警，而且还要全行业封杀你。你他妈的！我一脚踹翻中介，跳上去狂甩大腿。老子辛辛苦苦1个月，就给老子发94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杀人啊！救命啊！快报警啊！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叔叔救命啊！他是杀人狂，我好心给他介绍工作，他反倒嫌工资低，还想杀我。放你妈的螺旋狗屁！我一拳砸在他脸上，砸掉了他2颗牙。老子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，你一句话就给我扣成了94，你们说这种人渣该不该打？同志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他当着你们的面都敢殴打我，背后肯定没少做坏事，快把他抓起来，让他踩缝纫机踩到死。叔叔都听得直皱眉头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！赶紧把工资付给人家。可是这件事我要跟工厂沟通，需要时间。这都是借口，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老子揍死你！叔叔看到了吧？他就是想杀我，快抓他！你想得美！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更别提杀你这种畜生了。快给钱，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叔叔救命啊！小伙子，你冷静点，先别急，给他点时间处理这件事。而中介却趁着叔叔拦住我的事情，跳上了车，还出言嘲讽我。哈哈，你个傻蛋，老子就是不给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气死你！回家喝西北风去吧。说完，中介便开车逃走。我顿时怒火直冲头顶，冲着车怒吼道：好得很，那钱老子不要了，别让老子找到你，不然我一定砍死你！哈哈，有种你来啊！大清早就亡了，你当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吗？能随便砍人吗？傻逼！小伙子，你冷静一下，千万别冲动。你劝我干什么？我是受害者，你应该去劝坏人老实一点，不然我就让他们彻底凉凉。我当即打电话给精神病院。大迪，姚人，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黑中介给我挖出来。好嘞，老大。居然还有人敢坑老大的钱，这下能好好玩一玩了。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中介的下酒吧，中介正抱着妹子玩乐。老板，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？您怎么还有时间来这里玩啊？那群穷逼一辈子吃苦受累的命，还想领工资，想得美！光干活不给钱，那谁还愿意上班呀？饿死了怎么办？他们不干，有的是人干，饿死了就再换一批呗。他妈的！我冲上去就按着中介的头往地上靠。在外面就听见你个畜生在满嘴人问，克扣工人的工资，自己却在这里吃喝玩乐，真以为老子找不到你吗？住手！你敢再动脑子一下，就1分钱也别想拿到了！我反手甩了他2个大笔兜。那钱老子不要了，留着给你买墓地。中介有恃无恐，觉得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殊不知我早已背负数条人命。我就不信你敢真的杀了我，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卧槽！你看老子敢不敢？我直接开车拖着他来到深山，病友们早已等候多时。老大，你终于来了，烧烤架我已经预热好了，调料我也全部备齐了，保证烤得外焦里嫩。干得
得好，把他绑上去。大迪和小莫将中介绑到烧烤架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眼瞎了？不会自己看吗？多刷点蜂蜜，这样烤出来的皮才酥脆。还是老大聪明。中介被烈火烤得滋滋直冒油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快报警！你喊吧，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的。还有精力大喊大叫的，看来我是不够力啊！开大火。好嘞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马上把钱还给你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痛了而已。不过那钱我不稀罕了，我更想看着你被烧得嗷嗷叫。嘿嘿，不要啊，饶了我吧！中介拼命挣扎，竟然挣断了绳子。哈哈，你们死定了！我马上报警抓你们。有种你就继续跑啊，能跑出去算你命硬。中介转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四周都是深山老林，而且一双双冒着绿光的眼睛正盯着他直流口水。是野猪！卧槽！救命啊！我提起一桶蜂蜜泼在他身上。你他妈的干什么？听说野猪喜欢吃蜂蜜，你多吸引一些野猪过来，我们抓野猪有赏金的哦。中介持续狂奔，我和精神病友们各展身手抓野猪。我不要钱。哎，你不要我要，一头野猪赏金1块钱，你欠我4690块，只要抓这么多野猪就行了。卧槽！你以为我不上网吗？抓一头野猪赏金2400块，你才给我1块钱，你他妈的也太黑了吧！我直接一箭射在他屁股上。这还不是跟你学的？少废话，跑快点，不然死了可别怪我。中介被野猪一口咬在屁股上，直接咬掉一块肉。救命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把钱都给你，5000、5万、50万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不稀罕，我只喜欢赚血汗钱，不管是血还是汗都可以。这一晚，整座山都回荡着中介撕心裂肺的哭嚎声，直到天亮才停止。而此时，中介早已被野猪砍成了骷髅架子。真晦气！忙活了一晚上，才抓了94只野猪，真没用。这种废物也就值这94块钱了，刚刚好。可他还欠了老大你4000多块呢，老大你岂不是吃亏了？没事，黑中介多的是，我们去找下一个。老人摔倒，我好心扶起，却反被讹了80万。老人摔倒没人扶之时，我只是在隔壁街买菜，结果竟然又被讹了14万。事情起因是2个月前，我遇见有老人摔倒在路边，我好心上前搀扶。老太太，您没事吧？小伙子，谢谢你救我。老人家，您看看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哎呀，好痛，我的腿断了，动不了了。小伙子，请你帮我叫个救护车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喂，120吗？有老人摔断了腿，请快点过来。收到，请你们在原地稍等。谢谢你了，好心人。很快救护车就打来，我跟着一起到了医院。谁是病人家属？先去把费用交一下。医生，我不是他家属，我不认识他。小伙子，我已经给我儿子打过电话了，他马上就来，请你先帮我缴一下吧。等我儿子来了，我再让他还给你。这样啊，那行吧。我帮吴老太交了2万医疗费和押金，可吴老太的儿子打到医院时，竟然翻脸不认账，还不让我走。小子，你还想跑？你看看你都把我妈撞成什么样了！你妈不是我撞的，我只是路过，见她摔倒，好心扶起，又送来医院，我还垫了2万块钱呢。胡说，撞了人还不敢承认，懦夫！他妈的！我一拳打掉他2颗牙，踢在他身上，呼呼大口。你是不是聋了？老子都说不是我撞的了，你耳朵要是不好使，老子就给你好好修理修理。我妈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，就是你撞的，不然你为什么愿意掏钱给我妈医治？他妈的，因为老子心地善良，懂吗？真是自己脑壳有屎，就看谁都像屎。老子好心救你妈，你们居然恩将仇报，和老子今天打不死你，算你个畜生命硬！别打了，这里是医院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老太太，你自己说，究竟是谁撞的你？是你，就是你撞的我。卧槽，老子好心救你，你反咬老子一口，你的良心呢？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就是他撞了我妈，赔钱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搞了半天是一家子碰瓷狗，浪费老子一片好心，想讹老子的钱，想得美，还钱！撞了人还这么嚣张，老子跟你拼了！你他妈的，看老子不打断了你的手脚，那2万块老子不要了，就当你的医疗费吧。教训完无赖我就离开了，没想到第2天无赖母子俩就把我告上了法庭。法官，就是他撞了我妈，还暴力殴打我，他必须赔钱8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明明是我好心救了这老畜生，他们反过来诬陷我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我们的同志已经查过了，那条街根本没有监控。既然没有监控，那凭什么说是我撞的？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付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发誓就是他撞的我，如果我说谎，我就全家死绝。听到了本，行了，你们私下调解，你赔偿老人家80万就算了。法官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我操，这样就让我赔钱？别废话了，快点把钱给我！我给你大爷！你撞了人不承认，现在判决都下来了还不想赔钱，没天理啊！我老太婆今天就是死也不会放你走的。好啊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我一脚踹开吴老太，跑出了门，2个畜生也追了出来，跳上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白眼狼都该死！卧槽，儿子快跑，他来真的！还想跑？做梦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都是我老婆子糊涂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别杀我儿子！ 2个白眼狼喊人精，你以为我会留着你们去祸害别人吗？我开除10年就连撞飞2个。
直到帽子叔叔出现，拦住了我。住手！你这是故意杀人，是犯法的。我不行了，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抓住他，判他死刑。你要为我们报仇啊！哼，你死定了！我要看着你死。嘿嘿，那你们估计要死不瞑目了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你们2个畜生死了也是白死。这我们的确管不了他。哈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不甘心？有种死了都闭不上眼的感觉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什么你？老子就是要气死你们！听到我的话，2个畜生当场吐血晕死过去。本来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，谁知道就在昨天，我正在街上买菜，突然有人跑过来抓住我。别跑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什么情况？谁死了？我爸爸摔倒了，在地上躺了1个小时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施救，结果我爸爸死了。你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谁都跑不了。不是，你爸爸摔倒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没看到有人摔倒？你爸爸在哪里摔倒的？在隔壁街，我查过监控，我爸爸摔倒时，你就在这条街买菜。不光是你，你们这3条街的人都有责任，你必须赔我14万。男人说完就甩给我一张传票。我操，你他妈的这么无耻吗？我气血飙升，一拳打断他3颗牙，提上去富贵狂抽大嘴肉。你他妈的想钱想疯了是吧？老子又没有透视眼，出门也没戴望远镜，谁能看到隔壁街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我爸爸死，你知道我们全家有多痛苦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冷漠的路人，我爸爸才会死。你们都有责任，谁也别想跑。痛苦是吧？放心，老子帮你结束痛苦。我拽着奄奄一息的陈旺跳上车，驱车来到他家，一脚踹门而入。陈家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来！你他妈的要干什么？送你们全家去和你爸爸团聚啊！这样谁都不用痛苦了，不是吗？说完我就抡起球便大开杀戒，陈家人顿时尖叫起来，在我一顿输出下，全部奄奄一息，跪在了我面前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。这位大哥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过啊！我儿子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他也是无辜的。我不顾他的哀嚎，一脚将他踹飞。你明知道你家男人碰瓷，却袖手旁观，任由好心帮忙的人被反咬一口，你就是帮凶，一样该死，在这跟我装什么清白？说完我就准备大开杀戒，陈旺吓得跪在我面前，哐哐磕头求饶。大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害人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狗是改不了事实的，你们想讹人便讹人，想后悔就后悔，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碰瓷，可惜老子不吃这一套。我抡起球便干掉了陈家所有人，连小孩都没有放过。果然坏人只有死了才安全，嘿嘿。表妹只是染了粉色头发，竟然被网暴逼得跳楼而亡。她死后，网暴者不但丝毫不愧疚，反而还怪她心里不够坚强。我当即召集精神病院，送网暴者下18层地狱。事情起因是表妹从师范大学毕业，为了拍毕业照，她特意染了漂亮的粉色头发。表哥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阳光明媚一点？爷爷看了心情应该也会好一点。表妹，你长得漂亮，染什么颜色的头发都好看。哈哈，那我把照片发到网上。表妹打开手机上传图片并发文，热烈庆祝郑林华同学毕业，我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了。表妹兴高采烈的上传，还在幻想着以后当教师的生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照片刚一发，就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谩骂。一个研究生，头发染得跟陪酒女一样，真恶心。看起来跟小太妹似的，这种货色不配当老师，真怕他教坏孩子。谁知道他的研究生怎么来的？看他这么骚，说不定就是陪试试出来的。哈哈，我看了评论，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开直播怒对网暴者。染粉色头发怎么了？吃你们家米了吗？这也能让你们找到攻击的理由？你们是什么品种的畜生？张口就能喷饭，马桶成精了是吧？哎呦，快看，他们急了，该不会被我们说中了吧？这女人就是个骚鸡。哼，还有男人给她出头，他们肯定有一腿，酒吧里陪睡出来的吧？哈哈，不是，我没有，他是我表哥，你们不要造谣。这种谎话，3岁小孩都不信，可男女，呸，快去死吧！他妈的，跟这种畜生有什么好说的？来，有种报上地址来，老子跟你们当面对质。隔着屏幕造黄谣，算什么本事？呦，狗男女气急败坏了，他在威胁我们，我好怕怕。有种你来啊，谁怂谁是狗！卧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大迪，给我查查这些网暴者的地址。好嘞，老大。大迪效率很高，2分钟就有了结果。老大，都查到了。走，去收拾这帮畜生。我带着精神病人来到了网暴者家，飞起一脚就踹了他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爹。我抓起网暴者，反手抽了20个大嘴巴。他妈的，长个破嘴就知道造谣辱骂别人，你爹妈知道你嘴这么臭吗？卧槽，你是刚才那个烧鸡的？烧你大爷！我拽着网暴者拖进卫生间，按进马桶里。嘴这么臭，老子好好给你洗干净。放开我，我哪里说错了？那个女人就是烧鸡。他妈的，没吃过2斤奥利给，都说不出这么恶臭的话来。你再敢满嘴喷饭，老子就让你吃奥利给，吃到死。都拍下来了没？都拍了，每张都是高清版的，放到网上绝对炸裂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给你拍写真了。我抓起拖把捅进网暴者的菊花，趁着他尖叫时，大迪又将脚塞进他嘴里。这个视频好，震惊！猥琐男竟然在厕所做出这种事，吃奥利给，跪舔猛男脚趾头。这视频要是发出去，点击量绝对爆表。你们这是造谣，我要告你们！有种你就告啊！我保证把这份视频给全网网友人手一份。你这是网暴，你这种行为跟我有什么区别？少给老子搞到的绑架！你怎么对我表妹的，老子就怎么收拾你！网暴者扛不住压力，顿时崩溃大哭。走，下一个。当天我用同样的方式，把叫嚣的最凶的几个网暴者全都收拾了一遍，又拿着视频找到了表妹。表妹，别在意网上那些喷子，有我在，谁
谁敢再满嘴喷粪，我就去收拾你们。谢谢表哥，我会坚强起来的。我要去给爷爷过生日了，你跟我一起来吧。爷爷，生日快乐！爷爷，快许愿吧！哈哈，我希望我们00一辈子幸福安康。行到深处，表妹不自觉地哭着抱住了爷爷，这一幕却被窗外的路人看见。咦，这不是那个粉头发的烧鸡吗？居然跟一个老头抱在一起，快拍下来！没想到他不但陪睡，还搞老少恋，难怪网上都叫他烧鸡。路人拍了照片视频，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，哈哈，点赞数已经10几万了，这下我能当网红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抢过手机一看，顿时怒不可遏。你们竟敢造黄谣，找死！我砸碎手机，报错了这些网暴。医院的人立刻报了警，很快帽子叔叔就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叔叔救命啊！他要打死我们，他就是个危险分子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卧槽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，他妈的！你们造黄谣、偷拍、网暴我表妹，被打死都是活该，还敢反咬老子一口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住手！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造我表妹的黄谣，我没有。你表妹跟那个老头抱在一起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不是老少恋是什么？那是我爷爷，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我长大的爷爷，你们怎么能这么侮辱他？什么爷爷？是干爹吧？嘿，老头，你家这个金丝雀不守妇道，你看他这骚气的粉头发，在外面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了，你也不嫌脏？住口！你们不许侮辱我孙女！哼，你还不信？他的不雅视频在网上都传遍了，不信你看。路人说完，就给爷爷看起了被 P 过的照片和视频。你们胡说，这不是我家00。爷爷怒急攻心，病情加重，当即送去抢救，可惜没有抢救过来。都是你们这些畜生害死了郑爷爷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要怪就怪那个烧鸡自己不检点。他妈的，到现在你们还在造谣侮辱我表妹，去死吧！我抓起2个畜生，走到窗口处。你要干什么？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帽子叔叔救命啊！这位先生，你冷静点，杀人是犯法的。我是精神病，我有证。那这我们可管不了了。2个畜生一听，顿时痛哭流涕，磕头求饶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。我认错，我自首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原谅你是郑爷爷的事，我只负责送你们去见他。我抓起2个畜生从窗口扔了下去。还有那些网暴者，我要告他们。这些人的评论点赞数都没超过5000，没有达到处罚标准，对不起。网上对表妹的网暴愈演愈烈，甚至还有人不分昼夜打电话辱骂表妹，表妹不堪忍受，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跳楼身亡。你们这些网暴者都是凶手，这怎么能怪我们呢？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，他可以不听，心态不好就别把照片发到网上，他自己想不开死，还要赖在我们身上，有病。其他网暴者也纷纷附和，辱骂表妹不要脸搞破鞋，连死了都想害别人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样死不悔改的德行，你们这些刽子手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当即带人一个个找上门去，将他们打断手脚，暴揍到奄奄一息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乱说话，我跟你道歉，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这些话你应该跟我表妹说。可她不是死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会送你们去见她。网暴者们惊恐尖叫，我直接将他们拖上楼顶，从20楼踹了下去。哼，下辈子管好自己的嘴巴。老人在超市偷鸡蛋，被我抓住后竟然倒地装死。啊，我的心口好痛，我喘不上来气，我要死了。我等急救，我来救你。我骑上去就开始抽老头大笔兜。老登，快醒醒！老登咬紧牙关，忍着痛不肯出声。怎么还不醒？看来还是我的力气太小了。小莫，把你的鞋借给我用用。好的，景哥。小莫脱下鞋递给我，老登吓了一跳，尖叫着跳了起来。我操！你想抽死老子，杀人灭口是不是？哟，这不是醒过来了吗？听你的吼声这么中气十足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才故意装晕，想要讹我的钱呢。你放屁！要不是你诽谤我，污蔑我偷鸡蛋，我也不会被你气得心脏病发作。你必须赔我钱。想得美！你他妈的偷鸡蛋还有理吗？胡说八道！谁看见我偷鸡蛋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就知道你会狡辩，我早就拍了视频当证据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出老登偷鸡蛋的视频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会什么换头的把戏？我是老年人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别想骗我，滚开！老头打掉我的手机，转身大摇大摆的往外走。卧槽！摔坏我的手机，还想走？我跳起一脚踹翻老头。赔钱，给我的手机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有年轻小伙欺负老人了，快报警啊！很快帽子叔叔就赶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老登偷鸡蛋，被我抓住后还反咬我一口，想装死碰死我。事情败露后还摔坏了我的手机，现在还想逃跑。你这是诽谤！帽子叔叔，快点抓他去坐牢！你他妈的还敢诬陷老子，找打！我直接踹倒老头，搜出他怀里的5斤鸡蛋。你说你没偷，这鸡蛋哪里来的？别说是你下的。这鸡蛋是我正准备买的，只是还没来得及结账而已。叔叔，我可以作证，这老头经常来偷东西，不信你们可以调监控看看。那我去调监控。老头自知事情败露，顿时气急败坏，掀翻了所有鸡蛋。不让我吃鸡蛋，那你们谁也别想吃。老大爷，你别这样，再生气也不应该浪费粮食啊。关你屁事！老头一口咬住小莫的手，好痛，放开我！你他妈的找死！我就不放，女人，你的皮肤好甜啊！松口，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。我就不松，有本事你们打死我！老登非但不松口，还得寸进尺地对着小莫上下其手，猥琐的老脸上满是挑衅之色。小莫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，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气得火冒三丈。他妈的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我冲进卫生间，拿起拖把，在马桶里沾满了奥利，再一拖把捅进老头菊花，老头痛得嗷一声尖叫，下意识地松开了口。我的屁股好痛，好恶心！小莫，你没事吧？景哥，我
的手好痛。我抬起小莫的手腕一看，伤口都已经深可见骨，顿时一股怒气直冲头顶。哈哈，小兔崽子，你该不会是想要打我吧？帽子叔叔可就站在旁边呢，我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子也照打不误。我抓起拖把，再次狠狠捅进老登的菊花，用力旋转拉扯，老头疼得翻滚嚎叫：“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叔叔，快救救我！”这位先生，请你冷静点，故意伤人是犯罪的。你们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把他抓起来，判死刑！哼，你想得美！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据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就算叔叔在也保不住你。我抓起西瓜刀，狠狠砍在老头胳膊上，连砍了10几刀。我操，你还真的！叔叔杀人了！先生别冲动，冷静点。他妈的，有叔叔在，你还不是拿我没办法？我二话不说将西瓜刀扔了出去，刀刃擦着老头的脑袋插进他，老头吓得使劲失禁。我指着老头狂笑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这老畜生不但偷鸡蛋，还随地大小便，真不要脸！”霎时间，所有人都跑过来围观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。哼，砍不死你，我就羞死你，反正射死也是死。老畜生简直悲愤欲绝，我老张家的脸简直都丢尽了，我不活了！老头说完便晕倒。这时，老头的儿子挤开人群冲了进来：“爸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！这位先生，你还是先送你父亲去医院吧。都怪你们，我爸爸只不过是拿了几个不值钱的鸡蛋而已，你们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吗？”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你他妈的说的是人话吗？老子见义勇为，制止了你爸爸犯罪，你居然说是咄咄逼人！上帝向人间播撒智慧的时候，你打伞了是不是？你放屁！我爸爸是个老实人，面皮薄，不就是几个鸡蛋而已，你们非得当众揭穿，扒了他老人家的面子，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？要是我爸有什么3长2短，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爸偿命！卧槽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听得老子手痒痒。我直接踹翻。真的，老子要是不揍你一顿，简直对不起你满嘴喷的粪。同志，你们瞎了，没看到他想杀人灭口吗？谁都别动，反正老子是精神病，杀人也不犯法。今天就送你们这对畜生父子下地狱。可惜最后叔叔还是制止了我，把这俩畜生送进了医院。很快父子俩就将我和超市告上了法庭。你们害得我父亲颜面扫地，必须赔偿我们500万。这跟我们超市有什么关系？我爸是在你们超市晕倒的，你们就必须得赔钱。况且如果不是你们把鸡蛋随便乱放，我爸怎么可能偷得到？就怪你们没天理啊！超市老板气得嗷嗷哭，我却是笑得意味深长。说得好，我赞同。当晚我就叫上了精神病眼，翻窗跳进了老登家里，抓小偷了，快报警！我们故作惊慌，晕倒在地，然后报警，叫救护车一条龙。医生，我头好痛，想吐。我的心头好痛，我喘不上来气了。医生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其他病友也纷纷说头疼，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。头部是个神秘的区域，虽然没有检测到具体的原因，但是看他们的样子，应该损伤很严重。帽子叔叔，我要告他们父子俩，都怪他们突然出声吓唬我们才会受伤的。老头一听，顿时怒不可遏。你放屁！我们连一个指头都没碰到你们，你们受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而且是你们闯进我家偷东西，凭什么让我们给小偷赔钱？谁让我们是在你家受伤的，你们就必须得赔钱，每个人500万，一分都别想少。你们不就是这么告我们的吗？畜生父子俩气得吐血，最后却也只能撤销诉讼，还赔偿了我们的精神损失和误工费，损失了一大笔钱，而且老登还留下了失禁的后遗症。女孩带导盲犬坐公交，却被司机破口大骂，还被连人带狗蹬下车。我一脚将司机踹翻，拴上狗绳。狗不咬人，你咬人，那你就代替狗当导盲犬好了。起因是公交车上，一女孩在导盲犬的牵引下上车，正准备刷塔，却被司机拦住。站住！宠物不能带上车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狗怎么上车了？万一咬了人怎么办？是啊，我最怕狗了，快点滚下去！大家别担心，这不是宠物狗，这是导盲犬，经过专业训练，不会咬人的。我管你什么犬，反正都是狗，是狗就不能上公交，快下去！师傅，导盲犬是工作犬，按法律规定是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，你不能赶我走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扎不下去，再不下去我动手了。他妈的，你动一下试试。你是哪根葱？多管什么闲事？怎么也想跟他一起滚下去是不是？我操，现在司机这么嚣张吗？我反手2巴掌甩在司机脸上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人家女孩都说了，这是导盲犬，可以坐公交车，你是聋了还是傻了？我不懂什么导盲犬，不都是狗吗？有什么区别？是狗就不能坐车？我掏出法律文书砸在他脸上。看清楚，法律上白纸黑字写着的，要是眼睛不用，老子就给你扣下来，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司机一把将书扔掉，狠踩了2脚。少说这些没用的，老子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万一这臭狗到处撒尿，把车弄脏了，你负责洗吗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师傅，不会的，导盲犬从生下来2个月起就要开始严格的训练，绝对不会随地大小便的。听见了没有？没文化就别瞎逼逼，也不嫌丢人。真不知道你这种人吗？是怎么当上司机的？我不管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最好能说出个正当理由来，不然别怪老子揍你。司机见状吓了一跳，马上指向满车厢的乘客。你别光说我，人家乘客也不愿意跟狗坐一辆车，不信你就问问。对，我胆子小，它狗咬我，你看它牙齿那么尖，咬人肯定很疼。大家放心，导盲犬是不会咬人的，它们的挑选很严格，直系3代内如果出现攻击人的情况，就无法通过筛选。况且导盲犬选用的都是性格温顺的狗狗，你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的。听到了吧？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哼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它咬人了，你付得起的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除非把嘴
给他捆上。男人说着就掏出绳子，把狗狗的嘴巴牢牢绑住。不行，爪子也有可能抓伤人，也得捆上。说完，男人又把狗狗四肢紧紧捆住。女孩心疼的流下眼泪，抚摸着导盲犬的脑袋。对不起，旺财，委屈你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你们他妈的也太过分了吧！狗狗的嘴和爪子都勒出血了，无冤无仇的，至于下那么狠的手吗？就这样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就是，就算它不咬人，可狗狗身上那么多细菌病毒，传染给人怎么办？狗还会掉毛，粘在我身上怎么办？我这衣服可是新买的，贵得很。是啊，快滚下去吧，自己带着狗就自觉点。不会打车吗？非得上来恶心我们？整个车厢的乘客都不满地抱怨起来，指着女孩和狗狗叫骂。司机闻言得意极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不是我为难你，是大家都不愿意跟狗做一辆车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我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大家吧？他妈的，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此时我再也忍不了，跳起一脚把司机踹倒，骑在他身上飞跑飞出。你自己违法违规，没良心没道德，还煽动群众闹事，老子给你发言的机会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看来刚才打你很轻了。你这人怎么能动不动就打人？司机师傅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。我说那个架子，你就看着吧，都是因为你，他们才打起来的。是啊，快点开车吧，再不开车我上班就要迟到了。扣工资扣奖金你赔给我吗？真是个害人精，你不走是不是？老衲帮你。众人仗着人多势众，竟然动手推搡女孩，还有人趁乱踹打女犬，还赶忙护着狗狗。不要打我的旺财！他妈的，你们这群畜生！我提起旁边的水桶，直接朝众人泼了过去。仗着人多势众，这欺凌弱小是吧？有种冲老子来！大家一起上啊！今天不把他们撵下去，这车老子就不开了。兄弟们上，他就一个人，怕什么？呵呵，你们这是找死！我直接不管不顾，像发了疯一般狂揍众人。没一会，车厢里就安静了下来。有种继续来啊！今天不把你们打服了，算你们命硬。疯了，你疯了！为了一条狗，竟然敢故意伤人，我马上报警抓你！你倒是叫得欢，真是比狗还狗，不让狗上车是吧？我把导盲犬身上的绳子解下，全都给司机拴上，还给他戴上头罩。狗不咬人，你咬人，你比狗经验多了。以后盲人上车不许带导盲犬，就由你负责导盲吧。放开我，我要报警！不就是一条狗吗？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，你这也太侮辱人了吧？这又是谁家的狗？没拴好出来乱叫！他妈的，你找打！男乘客一拳砸过来，对我一本算数，还敢动手？光顾着侮辱他，忘了侮辱你是吧？我照样把狗套给他也装了一套，跟司机一起拴在门口。行了，一下有了2条狗，这下盲人坐公交车不用愁了。我说小伙子，差不多行了吧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把司机都拴住了，谁来开车？我上班迟到了怎么办？你赔我钱嘛？阿姨，明明就是司机师傅和那个叔叔不对，你们为什么要帮他们说话？少废话，你不怕上学迟到，我还害怕上班迟到呢。阿姨，你不讲理，再逼逼，信不信老娘揍你？他妈的，你搜一下给我看看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耽误我们上班上学，信不信老娘报警抓你？别说我没给你个机会，同意让导盲犬上车的站左边，反对的站右边。众人大部分都骂骂咧咧的站到了右边，站在左边的寥寥几个是刚才帮女孩说过话的人，可惜声音被大多数人的抱怨淹没了。很好，大迪，开辆大巴过来。好嘞，老大，3分钟马上到。很快，大迪就开着大巴赶到。站在左边的乘客，还有这个小姑娘，都上大巴，她会送你们去学校或者公司。大家放心吧，我车技超棒，保证不会让你们迟到。谢谢大哥哥。眼看着大迪接走左边的乘客，剩下的人顿时不高兴。他们都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快点让大巴车回来，把我们一起接走啊！不让盲女带导盲犬上车，司机是主犯，你们就是帮凶，想走是吧？我一屁股坐在驾驶位上，那老子亲自送你们。女孩带导盲犬坐公交被赶下车，公交公司非但不道歉，还逼迫女孩写认罪书，我直接将他们双眼全部戳瞎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，除非你们自己也变成瞎子。就在刚刚，司机和乘客都在抱怨女孩和导盲犬耽误大家时间，我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开着公交车夺命狂奔。这么赶时间是吧？老子直接送你们到人生的尽头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他就是个疯子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快报警啊！我还没娶老婆呢，我不想死。你快点停车啊！听到了没有？不然我们报警，让你踩缝纫机踩到死，信不信？我不信，还敢威胁我？那就一起玩玩吧！我直接一个加速，车速飙到200迈，众人都吓哭了，跪在地上哐哐给我磕头。小兄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以后再也不敢阻拦导盲犬坐公交车了，求你快点停车吧！小伙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死啊，求求你了！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晚了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卧槽，是渡江大桥！不要啊！你个疯子要干什么？我直接一脚油门从桥上冲了出去，落在江里，众人挣扎哭喊着：“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”很快，帽子叔叔就赶到，将众人都救了上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叔叔，是他要杀死我们所有人。好端端的，他为什么要杀你们？为了一条狗，他就是个疯子，快把他抓起来吧！对，他还把我当狗拴起来，这种人就该枪毙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有没有人能好好说话？哼，你们自己不道德，违反法律，现在居然恶人先告状。说完，我就把事情经过给帽子叔叔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他们连一条正常工作的导盲犬都扔不下，肯定是生活太顺遂了。现在
在不就好多了吗？有断腿的，有眼瞎，有聋哑的，还有全身瘫痪的，这下终于能亲身体会到残疾人的难处了吧？受伤的乘客气得眼珠子都红了。你就是个疯子，杀人狂魔！叔叔，快把他抓起来，判死刑，让他吃花生米。呵呵，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，再逼逼赖赖，信不信老子送你们去取经？没办法，他有症，我们管不了他，还是先把人送去医院吧。众人一听，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拦着那条狗了，我的腿啊！就算他牵10条狗，都比遇上这种神经病好啊！这下全完了，我的手断了。众人在一声声忏悔中被救护车拉走了。果然刀子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神经病，这件事还没完呢，你等着，我迟早会跟你算账的。他妈的，真是死不悔改！我跳上去继续暴揍公交司机。笑啊，老子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货，揍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，而且还能循环利用。笑啊，再骂的响亮点。住手，他已经受伤了，你别太过分。这可不能怪我。各位叔叔，你们也听到了，这司机可是一点都没有悔改之心，我这是在教育他。他违反规定，驾照已经被吊销了。什么？叔叔，我腿都断了，你们还砸我的饭碗，真是没天理啊！司机哭诉着，但还是被救护车拉走。小伙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们会和交通公司沟通的，你别再冲动了。好吧，那我相信你们一次。叔叔找上公交公司，老板答应的非常痛快，可转头他就派人找到了盲人女孩，逼迫女孩签认罪书。你是不知道为了你这条破狗，给我们公交公司添了多少麻烦吗？现在乘客都不敢坐我们的车子了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骂我们的，严重影响了我们公司的声誉，赶紧把认罪书签了，这件事我就既往不咎。我不签，明明就是你们违反规定，还欺负我家旺财，我还没追究你们的责呢，你们怎么能倒打一耙？我警告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因为你一个人的事影响了我们整个公司，好多人都会因为你失去工作，你负得起责吗？赶快签字，然后公开发表声明道歉，不然老子有的是办法收拾你个瞎子。大哥哥救命啊！他们逼我签认罪书。女孩已经被吓得哭了出来，我听见女孩的呼唤，下一秒一个闪现就出现在了她身边，然后一脚踹飞公交老板。他妈的，老子就知道你们这些畜生不会老实，自己不遵守规则，还反过来让受害者认罪。告诉我，你是什么品种的畜生？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，打死他！随着老板一声令下，保镖们奋勇而上。想找死？那老子成全你们！我跟保镖们打得不可开交，老板却在一边叫嚣着：轰！一个瞎子，一个疯子，还想跟我斗？我就是公交公司的老大，我说不让你和狗上车，你就别想上，签字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不要啊！救命啊！导盲犬听见主人的呼唤，立马跑上前开始撕咬老板，准备用他的方式保护女孩。哈哈，看到没有？导盲犬咬人了，快点拍下来！都拍下来了，我这就开直播，把视频和照片都发上去，这次咱们赢定了！助理直接开直播，颠倒黑白，霎时间群情激愤，全网都在声讨盲女和导盲犬。这时我干翻所有保镖。他妈的，卑鄙小人，你居然陷害一个盲人女孩，你简直比狗还狗！哈哈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木已成舟，你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有本事你继续打，这只会更加坐实你们的罪名。家人们看到了吧？这些可恶的盲人不仅纵狗咬人，还气急败坏的动手打人，报复我们可怜的老板，真是世风日下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要是真的让他们上了公交车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乘客深受其害呢。霎时间，全网都在抵制导盲犬上公交车，老板更是得意大笑。哈哈，我看你还怎么洗白，老子赢定了！呵呵，我又不是帽子叔叔，讲究什么证据？我只用2根手指就能让你跪着求大家多多体谅这位盲人女孩和她的导盲犬。吹吧，你就接着吹牛吧。那你看好了。我抬起手直接戳瞎了老板双眼，老板发出一阵惨叫。呵呵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多少能体会到这位女孩的为难之处了？此时的老板已经痛得不能言语，而助理见状正想逃走，也被我一把抓住。这位大哥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刚才不是颠倒黑白，叫唤的不是挺起劲吗？继续叫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多拿点工资而已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们老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助理，别的助理怎么就不做这种事呢？自己坏还想甩锅？说完我也戳瞎了助理，又朝着直播镜头放出狠话：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，我看谁还有意见，那就送他也体验一下盲人的生活。呵呵。教官以殴打虐待的方式教育学生，家长们却大力支持，不但送锦旗表示感谢，甚至还绑了更多孩子送进学校。我当即把毒学校和毒家长抓来，一起送进人间地狱改造。事情起因是在昨天，一个女孩冲进精神病院，抱住我的大腿。院长，我有精神病，求求你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情况？小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院长。这时，女孩的父母带着2名教官冲了进来。就是她，她就是我女儿李珊珊。李珊珊，跟我们走吧。我不去，救命啊！院长，求你救救我！闭嘴！要不是你整天就知道买手机，考试才考了80分，老子用得着花那么多钱送你去网野学校吗？闺女，你就听话吧，爸妈也是为你好啊。跟他废什么话，直接带走。2个教官正准备上前将李珊珊绑住，我当即一脚踹翻教官，救下李珊珊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绑架，当老子是死人吗？卧槽，比饭哪根葱？老子管教自己女儿，关你屁事！他妈的！我一脚踹翻女儿，狂抽她大腿。给人当爹，竟然亲自带着人殴打绑架自己的女儿，我都还不识死呢！你是什么品种的畜生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阻拦我们豫章书院做生意？信不信我弄死你们？卧槽！老子先弄死你！大迪上！
好嘞，老大，兄弟们，有人砸场子，弄他们！精神病友们顿时蜂拥而至，把2名教官揍得嗷嗷直叫，当场晕死过去。没事了，小姑娘，说说这豫章书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凡是有小孩子不听话的，就可以送进去改造，导正出来后变得乖巧懂事。但是我有个同学被送进去以后就死了，所以我才死活不肯去的。他妈的，这些畜生！走，我给你报仇。很快我们就赶到了豫章书院，刚进校门就看到操场上，教官在抽打一个男孩。他妈的，你居然敢逃学，看来得更加严厉的教导你了。教官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！爸爸妈妈救我啊！男孩父母就在旁边，不仅没上前帮忙，还加油呐喊道：“教官，我儿子就是太叛逆，要是他不听话，教官您就狠狠的打，不用有顾虑。”这可是你说的。教官顿时没有了顾虑，拿起皮带抽得更狠。卧槽！我见状跳起一脚看教官，上去就是居然这小孩子也下得去手，你他妈的比鬼子还狠！卧槽，敢在我们豫章书院放肆，你找死！教官还想抵抗，我直接一棍子干倒，打得他鬼哭狼嚎。住手！是我们请教官来教育我儿子，你多管什么闲事？他妈的，真是什么人也能当父母？没看到他要抽你儿子吗？呵，谁让他不听话，不好好学习，就是欠抽。再说了，抽几下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卧槽，畜生啊！我抢过教官手里的皮带，狠狠抽在皮带，男孩父母顿时发出一阵惨叫。好痛啊！别打了！住手！你这是故意伤害，小心我报警抓你！他妈的，鞭子抽到自己身上了，你知道痛了，知道这是故意伤害了。那你儿子挨打的时候，你瞎了还是聋了？就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他挨打？原来你们也知道疼啊！我求了你们那么多回，你们都没心软，以后你们再也不是我爸妈了，我跟你们断绝关系。你敢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白养你这么大了！闭嘴，畜生不配说话！再让我听到你说一个字，抽死你！老大，快来，这边还有更炸裂的禽兽！闻言我跑过去一看，只见每间教室都有教官在虐待学生，有人殴打殴打到吐血。教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上课睡觉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肋骨都断了。才断了2根，怕什么？继续打！有的把学生绑上仪器，导电疗打，学生痛苦的嘶吼惨叫，教官却在旁边幸灾乐祸。你还敢写纸条求救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给我开大点！还有的教官侵犯学生，甚至逼学生吃屎喝尿，我看的气血直往上涌。他妈的，都给我上，弄死他们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来我们豫章书院闹事？活腻了是不是？卧槽，一群只会凌辱孩子的畜生，这里跟人间地狱有什么区别？也好意思叫什么书院？保安呢？快把他们打出去！有种就来啊，把大门锁上！今天豫章书院的人一个都别想跑！好嘞，老大！同学们，你们得救了，快走吧！我不走，我要报仇！还有我，还有我们。好，大迪，把球棍发给他们，然后关门打狗。我们精神病还有学校将整个书院从校长到教官到保安、保洁、食堂、厨师，一个没落的全都暴揍了一遍，将他们虐待学生的方式全都给他们用了几10遍，直到操场上那个家长报警，叔叔赶来了，就是他们教坏我儿子，殴打教官。住手！你们这是聚众斗殴，是犯罪。哈哈，你们死定了！哼，你以为老子怕你？我当场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。我们也是。这下麻烦了，我们还真管不了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今天你们死定了！可惜最后整个学校的人还是被帽子叔叔带走判刑，可学生们却不肯跟家长回去。我不跟你们回去，你们眼睁睁看着他们进家里绑走我，我嗓子都喊哑了都不出来。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爸妈，我也不要你们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给你们打电话求救，你们居然不相信我，还说打死也活该。我都已经逃出去了，你们竟然骗我，又把我送回来，我腿都被打断了，还被他们玷污，你们知道吗？面对学生的声声气血，家长们却丝毫没有反省，反而对他们破口大骂。真是白眼狼！我养了你10几年，你居然因为这点小事就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你想得美！我哪知道学校这么黑暗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我怀胎10月辛苦生下你，吃了那么多苦，难道还抵不上一次失误吗？谁让你学习不好的？不然我能送你来这里吗？你第一次做孩子，我也是第一次做父母，难免犯错，你就不能包容一下？至于上纲上线的吗？我看教官打你还是打轻，别人家孩子能考满分，你怎么就不行了？你挨打就是你自找的。自己贪玩游戏不好好学习，不然也不会来这里挨打，还赖上我们了。卧槽，你们是属手电筒的吗？光照别人不照自己，嫌弃孩子学习不好，那你们工作好吗？赚钱多吗？月薪达到10万了吗？能给孩子买得起豪车豪宅吗？关你屁事！我没赚到怎么了？你知道钱有多难赚吗？那怎么别人的家长能赚到，你们怎么不行？对孩子不满意就送进来挨打，那孩子还对你们不满意呢？是不是你们也得挨打？卧槽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大迪，把他们抓进去，让他们也尝尝孩子们经受过的痛苦。好嘞，兄弟们，干活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好痛啊！求求你饶了我吧，玉儿，爸爸知道错了，快放了我吧！在学生们的求情下，我这才让人停手。这家书院我买下来了，不想回家的跟我走。以后谁敢再道德绑架孩子，那我就请他进来好好改造改造。侄子花钱买早餐，店员竟然说他是小偷，还逼迫他下跪道歉，我直接将店全部砸了，把他们全都放进蒸笼。阿
姨要3个包子，一共9块5，收钱包到账9点5元。侄子付完钱拿好包子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店员大妈叫住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我已经给过了，不信你看一下收款记录。我说你没给就是没给，想吃白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真的给钱了，要不我给你看付款记录吧。少废话，赶紧叫你爸妈拿钱来。我的手机你赔我。你偷东西，我还没报警抓你呢，你还敢跟我要手机？说完，周大妈一脚踹倒凡凡，拽着他的头发，你给我跪下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小偷拿了我家的包子不给钱，长大了肯定也是个杀人放火的祸害。你们可得记清楚他的样子，别再被他偷了东西。我没有，我不是小偷。排队买早餐的人闻言满脸不屑，都对着凡凡指着鼻子。还有网红主播拍了视频，家人们快看，几岁的小孩子也会偷东西了，大家出门一定要提高警惕啊！快给主播点赞，主播带你们看精彩后续。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骂侄子。路过包子店的同学也对侄子满脸鄙夷。没想到凡凡是这种人，以后我再也不跟他玩了。就是连包子都偷，真不要脸。我看到直播后立刻打，就看到店员正在殴打侄子。为了吃，连脸都不要了，你跟猪有什么区别？老娘打死你！我没有偷东西，救命啊！打得好，这种熊孩子就得狠狠打他，才知道教训。你他妈的！我一脚踹飞周大妈，拽着他的头发狂抽大土豆。一大把年纪了，竟然对一个小孩子下这么狠的手！他敢偷东西，打死他也是活该。舅舅，我没有偷，我给了钱的。还敢嘴硬？我说你偷了，你就是偷了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会冤枉你一个小孩子吗？口说无凭，把监控调出来，就知道谁是谁非了。我不会。那叫你们老板来。我们老板也不在。我操，你他妈是猪！除了打小孩，什么也不会。住手！你没证据就殴打一个老人家，有你这样的舅舅，你侄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。我端起店里面的一大锅开水，冲着他们泼了过去，现场顿时一片惨叫。你干什么？想烫死老娘啊！我操，我的衣服很贵的，你赔得起吗？我没搭话，反手又是一锅开水泼过去。叫啊！怎么不继续叫了？你们敢叫我就敢泼，老子开始管够。我们不过是让你拿出证据来，这句话哪里错了？你凭什么泼我们？凭你们嘴贱！这老逼灯冤枉我侄子吃白食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先拿出证据来？你们又怎么连屁都没放一个？我只是给侄子讨回公道，你们倒是一个个都开始逼逼赖赖要证据了，一群欺软怕硬的双标狗，老子没抽死你们，都算是心地善良了。想要证据是吧？小莫，你去调监控。好嘞，老大。很快，小莫就黑进包子店的监控系统，把事情经过调了出来。我直接拽着周大妈的头，把手机砸在她脸上。你他妈的看见了没有？我老了，看不清楚。眼睛瞎了，耳朵也聋了吗？没听到我侄子付款的提示音吗？要是都不好用，那老子就给你好好治治。救命啊！大男人欺负老人家了，我要被打死了。还想以死相逼？你当老子怕你吗？救命啊！好痛，我要死了。这时，躲在店里的老板顿时害怕，急忙走了出来。别打了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这老树上冤枉污蔑我侄子，差点毁了孩子的一生，跟杀人有什么区别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你看他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侄子被人当成小偷，全网全学校都误会他是小偷了，说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只要你们跟我侄子一样，下跪磕头道歉。哼，你想得美。哎呦，你这是想逼死我这个老婆子？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见好就收吧。老人家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这跟让他去死有什么区别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小伙子真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他妈的，又是你们这些双标狗，道德绑架到老子头上来了。大迪、小莫，明白，兄弟们上！顿时精神病友们一拥而上，暴揍所有人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我道歉。你聋了是不是？我要你们一路磕头道歉，跪着到学校去。呸！你想都别想，我就是不道歉，我就不信你真的敢打死我。呵呵，嘴硬是吧？我将他们扒光衣服扔进蒸笼。小莫，开大火，给我蒸。好嘞，老大。你要干什么？呵呵，你们不是嘴硬不肯道歉吗？那老子就给你们蒸软一点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，快报警了！很快帽子叔叔就赶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叔叔救命啊！这个疯子想杀我们，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你怎么不说原因？对呀，他为什么要杀你们？他侄子是小偷，买包子不给钱，我们店员不过是批评教育了几句，他就突然打人，还想杀我们。你他妈的还敢颠倒黑白，反咬老子一口！叔叔，别信他们的鬼话，我们有监控为证。哼，那都是你们 P 的。那原来的监控呢？监控坏了，记录都没了。那这就难办了。听到没有？叔叔都说没办法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他妈的杀毙吧！老子又不是叔叔，不需要证据，你还有精力胡说八道？看来老子这火还是不够旺啊！大迪，明白。嘿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大迪将酒精倒进灶，火势瞬间冲天而起。救命啊！好烫，我快要熟了。叔叔救命啊！不好，快救人！叔叔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对，判他死刑，必须死刑。呵呵，那你们恐怕要失望了。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诊断证明。我是精神病，杀人都不犯法的。今天你们死定了。那就没办法，我们管不了他。
啊？难道我们的股就白吃了吗？事情还没完呢，我最后问你们一次，到底道不道歉？众人都吓傻了，纷纷坐电车走，向我和侄子道歉，同时开直播澄清误会。唯独包子店老板和员工不肯道歉，让我向一个小屁孩道歉，没门！哼，老子就是不道，我就不信你敢当着叔叔的面杀了我。呵呵，那你看着吧，走你！我一脚将2个老登踹回蒸笼里，开大火了。没一会儿，2人就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都软到脱骨。我赔，真不心完，我还没玩够呢，让我看看下一个是谁。